全民穿越迦兰末世，还有3分钟，地上的怪物就要解除禁锢。王德彪趁众人发愣之际撒腿就跑，看着眼前的半开的房门，除了门口左右盘踞着3只怪虫之外，里面并没有一种存在的迹象，就选你了。时间紧急，王德彪赶紧钻了进去，而后快速关门并将链锁缠在门把手上。做完这一切后，王德彪瘫软在了地上。计时结束，一种生物立场解除，愿诸位诸事顺意，前路无阻。字幕缓缓消失，而门外则传来了各种恐怖的叫声。开始检测体能数据，数据检测完毕，等级评定。初级士兵提示：实力略强于普通人，吞噬异化结晶可以提升等级。提示：异化结晶是净化一种生物之后出现的珍贵能量体，除了可以提升特化等级之外，还可替代绝大多数能源消耗。看来这就是迦兰末世的实力境界了。王德彪打开了世界频道，这里的板块信息翻滚，无数语种激烈交流，但基本都是各种杂乱无用的信息。王德彪切换到了区域频道。大家怎么样了？最后10几秒找了个房屋中介所，除了没什么物资工具，还算比较安全。就是外面的怪物声音很瘆人，有点害怕，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都大差不差，我还想找个面包店或者餐饮店钻进去，结果全是那种怪物，最后只能选建立法屋。不过运气不错，储物室里有一箱没吃完的方便面，后续要是谁需要，可以说一声。真的假的？大叔厉害，要不现在给我2包吧，我饭量大。我也要，大叔也给我几包呗。每个空间行囊里都有1瓶500毫升的纯净水和2块压缩饼干，极限点用可以维持3天，算上尿液和一切冲击手段，5天能勉强存活，到时候再去求人也不迟。你谁啊？我爹都不管我，要你教。就是啊，大道理谁不会讲？想多囤点物资有错吗？现在是末日，没人会来救你，大家都想活命，不去依靠自己，反倒要去拿别人善意填补你们的贪婪，这是什么三观？我们三观有问题。我看你怕不是害怕包大叔把东西分完了自己拿不到，故意跑出来做好人博得好感，然后去单独索取。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哎呀，大家别吵了，陈老弟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吧，5天的确太久，3天后如果有人坚持不住，可以一声能帮我会帮的。3天后你还有的剩，肯定1天3顿吃饱饱，哪还会管我们啊？看着这些字字诛心的话语，王德彪很是感触。他知道环境会改变生存观念，却没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快。王德彪又点开了空间行囊，1瓶500毫升的纯净水，2块压缩饼干，但这第3个是什么东西？神秘礼盒，鉴于您的编号与生存攻略批次相同，特别赠予幸运大礼。检测到神秘礼盒，开启获得3次抽奖机会，是否立即开启？若选否，礼盒将随机转赠1位幸运。那还用说，立即开启。恭喜您获得 S 级技能高级鉴定，恭喜您获得1级技能普通刀术，恭喜您获得专属技能升华。随后便有3个光团朝着王德彪飞了过去，王德彪赶紧点开属性面板。普通刀术1级，初步掌握刀具的使用方法，高级鉴定 S 级，使用时可较为详细的读取目标物信息。王德彪对着柜子释放高级鉴定。破旧的星辉牌玻璃展柜，信息：有点年限的展示柜，出产于星辉展示柜加工工厂，后被维修店老板彭格购买。不愧是高级鉴定术，连生产工厂和买主的名称都能获取。再看看那个专属技能，升华类别专属技能，效果消耗一定数量特化结晶，可永久提升任意事物1个品阶，同一目标不可重复使用。技能特性唯一。看完技能效果描述，王德彪只觉心跳开始加速。提升任意事物1个品阶，那这不就意味着任何事物在我手中都会朝着更高一级进化？王德彪直接取出那瓶500毫升的纯净水，并默念升华。提示：需要消耗1枚异化结晶，初次使用专属技能获得3次无消耗特权，是否消耗1次特权将纯净水升华为运动颜料。不提升，取消。消耗一定数量的异化结晶，可永久提升任意事物1个品级。任意事物系统，我选择升华专属技能。提示：升华专属技升华需要消耗100万异化结晶体，你有3次无消耗特权，是否消耗1次特权将专属技升华至更高层次。提示：异化结晶体是加莱星系最顶级能源，1枚特化结晶体等于100枚异化结晶块等于1万枚异化结晶。确定消耗1次特权，升华成功。王德彪赶紧点开属性面板。终极升华类别专属技能，效果消耗一定数量异化结晶，可永久提升任意事物1或2个品阶，同一目标不可重复使用。技能特性品级超越限制，无法被觉察唯一。看到技能等级和效果变化，王德彪的脸上藏不住的狂喜。2个品阶就意味着上限增高，并且这项技能还是真正专属于自己，不会再被任何人获取。系统，普通刀术和 S 级鉴定术升华要多少钱？1级普通刀术需要消耗10枚异化结晶， S 级的高级鉴定需要消耗90万异化结晶体。这高级鉴定术的消耗竟然和专属技能差不多，看来第2次特权得用在他身上了。然而就在此时，区域聊天里弹出了一个视频提醒。王德彪打开视频，视角正中是4个拿着武器的壮汉，而对面则是一只怪虫。几人刚一见面就对怪虫展开了围攻，战斗节奏的很快。
不一会，怪虫直接没了动静。然而就在几人准备采集战利品的时候，怪虫的身体上却突然闪过一股蓝色能量，就连伤口也直接恢复如初。4个人面露惊恐，转身就要逃回店铺，但谁知那怪虫却直接将头上的角喷了出去，直接嘎掉了4人。竟然还能复活，那这虫子岂不是无敌了？如果对着视频也可以鉴定就好了。谁知刚出现这个念头，王德彪眼前就出现了怪虫的信息。连消幼虫听起来就是极具杀伤力的种族，不过光介绍它的信息了，怎么一点关于它的弱点信息都没有？难道是鉴定术等级不够？系统，给我升级 S 级鉴定术。提示，请选择升华品阶，升华2阶。提示，需要消耗90万特化结晶体，您还有2次无消耗特权，确定消耗1次特权将 S 级技能高级鉴定提升2个品阶。确定消耗1次特权。提示，鉴定术成功升华为真理之眼，已将其强制转化为专属技能。这次应该可以了吧？王德彪再次鉴定连消幼虫，而这次面板上多出了特性和弱点2个信息。不仅如此，王德彪还能看到视频中的连消幼虫体内都闪烁着一道红色光。看来这些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令术升级为真理之眼后，王德彪对着整个房间扫描了一下，一瞬间，附近的所有物体上都出现了标签。用过几次的马桶塞子、老旧的牙刷，还有菠萝9000手机，这都是什么鬼东西？哎呦，这里竟然还有个工具箱。最后，王德彪走到标注金属刀的柜门面前，然后将其打开。这应该是房间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了吧？将其从货架上取出后，王德彪随手挥动了几下，因为普通刀术的影响，动作既精准又优雅。鉴定一下，工具级420A 不锈钢金属刀，创新手机维修店店主彭格于京宝购买，用于防止顾客纠纷引起的人身威胁，耐久度80。提示，耐久度低于50会有卷刃的可能，耐久度低于30则有断裂的风险，当耐久度到达0后将彻底报废。好家伙，还有耐久度，正常情况难道不是用磨损吗？不过有了它就可以用来干掉门外的连消幼虫了，有了它还要什么自行车？说完，王德彪就走到了铁门旁边，将门上的锁链稍微松了松，然后缓慢地打开了一点缝隙。虽然我已经很小心了，但开门声音还是惊动了店铺外面的怪虫。不管了，直接开干吧。顷刻间，就有一只连消幼虫一头扎了进来。弱点鉴定，就是这个地方。王德彪一个闪身，直接手起刀落卡在了他的弱点之上，一击瞬杀，没有意外，看来这普通刀术还是相当给力的。王德彪蹲下身去开始采集战利品，成功采集连消幼虫，获得特化结晶星号1，高纯度一种蛋白星号1。然而就在此时，第2只怪虫突然从门口挤了进来。王德彪这次直接故技重施，刀刃坠下，连消幼虫瞬间倒地不起，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没有半分纸。成功采集连消幼虫尸体，获得高纯度一种蛋白星号1。搞什么？第2只竟然没给结晶。接下来王德彪又用同样的方法干掉了2只连消幼虫。至此，盘踞在门口的4只异种已经被全数抹除，快速关闭铁门，又用铁链捆紧，他这才回到展示柜旁。紧接着，王德彪将系统行囊中的特化结晶取出，这就是特化结晶了吧？嘎掉了4只幼虫才获得了2枚，自己身怀终极升华这种吞金巨兽，50%的产出几率，着实有点不够看，或许只能等以后利用交易行换取了。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需要尽快获得大量的结晶，要不直接升华外面的怪物。不行，给敌人升级，那自己岂不是完蛋了？突然间，王德彪灵光一闪，我要是把系统功能采集给升级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系统，我要终极升华采集。升华通用功能采集需要消耗800万特化结晶体，您有1次无消耗特权，是否消耗特权将通用功能采集提升至更高层次。按照1枚特化结晶体转化1万枚特化结晶的比例来看，800万那岂不是天文数字？系统，确定消耗1次特权。提示：通用功能采集成功升华为贪婪，由于该层次初次出现，现已被强制转化为专属功能，效果可以快速分解生物，2倍提取生物产出的一切物质精髓。特性：贪欲之兽，可选单倍提取，率先获取1份物质精髓，但不影响他人提取；可选双倍提取，直接掏空一切物质精髓，他人提取时将不再产出物质。我的天呐，这是何等离谱的功能！如果其他团队击杀了一头王者级异种，自己在边上残忍模式一开，岂不是让他们不知不觉为自己打了白工？这特效，神仙看了都要流泪。王德彪重新提起不锈钢金属刀，系统终极升华。话音刚落，王德彪手中金属刀应声消失，下一秒，一柄锋利的直刀出在了手中。升级成功，传统直刀，黑铁级，传统工艺锻制而成的上好短兵，针对大部分一级异种都能造成可观杀伤，部分防御奇高的地带，耐久度500。不错，专杀连消幼虫的神兵，有了它还要什么自行车？紧接着，王德彪走到了门前，控制好力度，再次打开了一个缝隙。与此同时，铁皮摩擦的声音惊动了店铺旁边所有的连消幼虫，身形一动，他们开始缓慢地朝着店门前进。
开门的声音惊动了店铺旁边所有的幼虫，它们争前恐后的朝着铁门挤去。然而由于铁门的阻隔，这些怪虫全都被结实的卡在门缝里，而王德彪只需开启真理之眼，便能守在一侧，手起刀落，迅速完成狩猎，成功分解连消幼虫，获得特化结晶2颗，高纯度一种蛋白2颗。随着时间的递进，王德彪又流水线操作般的嘎掉了大量幼虫。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100枚特化结晶，将特化等级提升至高级士兵。确认升级。只见一小堆结晶凭空飞出，而后快速窜入王德彪体内。升级成功，高级士兵经受过战斗的洗礼，实力强过普通人很多。吞噬300颗特化结晶，可以晋升至极限兵王等级。先休息会儿，看看周围区域的人都怎么样了。家人们，我现在在一片居民楼附近，不知道为啥这边的怪物都聚集起来了，还经常听到下面传来当当当的敲击声，是不是有东西吸引了他们？这么多异种围在你那附近，看着都酸爽。可不是嘛，就很绝望，但不知为何异种进去后就再没有出来过，街道都空了一大截，难道那里连通着下水道不成？肯定不是下水道，我就在你对面，那里有个创新手机维修店的门牌，手机店里哪能有下水道呢？创新手机维修店，不会说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店铺吧？没下水道那么多异种怎么塞得进去？总不会凭空消失吧？你们都错了，那里面有个人。什么？有人？我就在斜对面，那人每次都会打开铁门放幼虫进去，这些幼虫进去都会消失，周围的幼虫几乎都被那人放进去了。真的假的？大姐不是幻觉了吧？人类怎么可能聚集异种？陈海大叔那种高级士兵都要逐个击杀。我也怀疑过自己的眼睛，但我说的是实话，最开始几十只，后来100来只，密密麻麻的都不敢数了。我的天哪，这也太狠了！不过有这么一位大佬在身边，安全感都爆表了。地址说一声呗，我看有没有机会逃到你们那去。不知道啊，只知道是家手机店。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别人口中的大佬。不过现在不是关注这些的时候，先把附近的怪虫收割完才是正事。王德彪继续走到门口收割怪虫，这一下直接打了半天时间，整整嘎掉了407只才堪堪收手。特化结晶的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1054枚。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300枚特化结晶，将等级提升至极限兵王。确认提升。升级成功，极限兵王可以担任狩猎初始又生一种，距离成为真正的狩猎战士只差一线。王德彪走到了展柜旁边，微微用力，就直接将其抬了起来。这还没有达到狩猎战士就有这般力量，再往上升那还了得。验证了一番力量过后，王德彪打开铁门走出了街道。这家蓝星666号星球，乍一看倒是有一种身处蓝星的感觉。轻叹一声，王德彪向着最初跑来的方向迈步前进，中途还在某个小超市内搜刮到了2箱泡面和几箱纯净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要不是有着无处不在的怪物威胁，我还挺喜欢这种生活的。说着，王德彪就拐进了旁边一个像是仓库的房子之中。哎呦，竟然还能在这里碰到人，不过看起来怎么可怜巴巴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怎么连门都不关一下？我这开场白怎么说的跟个反派似的？女孩抬头盯着王德彪看了片刻，随后又继续低下了头。王德彪没办法，又朝着仓库其他地方探索起来。开启真理之眼。哎呦，这里还有个2级物资箱。王德彪迅速将其打开，里面出现了一本白色封皮的书本。检测到随机技能书，是否立即使用？立即使用。恭喜您获得 B 级力量倍化术，使用后10分钟内力量翻倍，结束后进入5分钟的虚弱期。终极升华2件。提示：确定消耗2000枚特化结晶，将 B 级力量倍化术升华为 S 级力量赋予。确定升级，2000枚特化结晶就能升级到 S 级，这么爽吗？升级成功，力量赋予 S 级，效果赋予自身3倍力量，持续30分钟，冷却时间1小时。特性：该增幅可同时赋予多个目标单位，赋予数量取决于个人等级。好家伙，力量提升3倍，虚弱效果完全剔除，这放到关键时刻绝对能有大用。满足的点了点头，王德彪便准备迈步离开，然而路过女孩的时候还是停住了脚步。自己进来这么长时间都没动一下，难道是被怪物吓傻了不成？真理之眼鉴定。杨雪，原蓝星住民，高中3年级，诞生于某酒吧女厕，被生母苏氏所弃，后被酒吧保洁发现，最后酒吧老板将其送至当地福利院，取名红红。3岁时被刘某领养，改名刘雅，后因车祸事故致刘某终身瘫痪，无能力继续照顾，于当年除夕解除领养关系，送回福利院。10岁时被杨兆军收养，改名杨雪，于18岁生日那天得知杨兆军收养她的真正原因，竟然是为了让其长大后成为他的妻子。当天逃跑之时不小心点燃了房屋，奔走间得知杨兆军已死的消息，心神遭受猛烈冲击，逃进了后山的森林之中。3个月后成为加兰莫市第66666批攻略者。看着那身高1.6米却只有35公斤的体格，王德彪大概知道这女孩为什么这么麻木了。取出1箱纯净水，1箱方便面放在杨雪身边。我们自己能选择的事情少之又少，既然已经受了那么多苦，如今有了一切重来的机会，就不应该再轻易放弃了。
说完，王德彪又放下了20枚特化结晶，最后走出了仓库大门。出了仓库之后，王德彪沿途又收集了不少水和特定食物，倒是物资箱却再也没见过一个。此时距离天黑还有5个小时，王德彪走到了某个工厂附近。真理之眼扫描。这里竟然有一个3级物资箱，不过这是到了连消幼虫的老巢了吗？那几个红色标签又是什么东西？真理之眼单独鉴定红色标签。连消之蛹，一级虚弱，一级精英，一种连消的虫蛹形态，经由连消幼虫吞噬大量鲜活猎物蛹化而成。完成蛹化后将进化为一级精英连消，进度 15%。特性：虫族领袖，身体极其脆弱，但会吸引附近所有幼虫聚集保护。精英级别的一种，这次可要发达了，不过贸然冲进去肯定渣个不剩。我得想办法弄一件远程武器和一本射击技能书，再配合真理之眼的弱点洞悉，剩下的那不就简单了很多。念头通达，王德彪跑到了对面的宿舍楼，然后打开了交易市场。好家伙，10多万眼商品，不过大多都是废弃的日常用品，这怎么连石头都有人往上放？先搜索下技能书看看。就只有这一本吗？普通拳法1级，学习后掌握较为初级的拳技，兑换目标500毫升纯净水100瓶。1级技能100瓶纯净水，这也太黑了。王德彪又搜索了一下武器，最低的也要5瓶饮用水或10份食物。武器既然拥有耐久度设定，那对它的需求肯定是成倍递增的。只要自己能生产更强的武器，那绝对会有人用专精技能书来交换。王德彪又点开了工具栏目，这里面的工具倒是不少，价格也不高，先卖1瓶矿泉水看看行情。您寄售的纯净水已经售出，获得西瓜刀一把。好家伙，刚上架就卖掉了，看来其他求生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接下来王德彪又陆续摆了9瓶纯净水上去。您寄售的纯净水已经售出，获得西瓜刀一把。转眼之间，10把西瓜刀安静地躺在了交易行的商品仓库。全部终极升华2阶，升华成功。金刚之刀完全以金刚浇筑，配合先进的迦兰技术淬炼而成，仅自身的重量就能发挥出巨大的攻击力，极其适合战士使用，耐久度1500。接下来王德彪将其全部挂上了拍卖行，交换目标为各种精通技能书。虽然消耗了220枚特化结晶，但如果能打掉这个工厂，那一切就都值了。殊不知王德彪的物品刚一上架，国家频道就彻底疯狂。快看交易行，有人上架10把金刚级武器，看武器种类好像还是我们国家的同胞。我也看到了，金刚级耐久度1500。天呐，我们团队最好的也才黑铁级，还是1级物资箱开出来的，这位大佬竟能搞到这么多金刚级利器，难道他洗劫了某个武器库？不可能，我一直在世界频道吹水，目前为止无论哪个区域都没有人发现过武器库。有人推测我们转移的地区根本就是迦兰666的郊区外围，根本接触不到武器库这种东西。我知道，可这是冷兵器，不过有一点绝对不会有错，就算是冷兵器的武器库，也断然不是现阶段的人可以闯入的，极限兵王也不行。团队倒是有机会，可既然团队都是极限兵王，那就只有特种部队，可他们要射术精通技能干嘛？射术对他们而言，不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吗？我现在后悔死了，将初级绘画精通用在了自己身上，否则铁定换上一把金刚直刀，打得黑甲属父片甲不留。兄弟，你们那片区挺惨啊，黑甲属父好像是防御力极高的一种，就连砍刀都破不了防。可不是，最低也得黑铁级武器才能破防，现在全都跟着区域大佬混，都是行走的空间行囊。有大佬带总比没有强，我听说其他几个区域为了抢夺资源，已经开始混乱起来了。提示：金刚直刀交易成功，获得初级驾驶精通。买家留言：朋友，你求购的射术精通虽然没有，但不知朋友对复合弓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个好友。复合弓当然有兴趣。王德彪添加了这个人为好友。我们刚打掉了一个体育馆，在馆内仓库发现不少体育器材，其中就有一批比赛用复合弓去掉损坏的剑术，还能使用的弓族总计12把，弓箭总计200根。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每2把复合弓加25枚剑矢换一柄金刚武器，3把复合弓加50枚剑矢可以换一柄。另外那些坏掉的弓和剑矢有多少？这不好吧，好歹是远程武器，坏掉的复合弓18件，剑矢估算不低于2000枚。这样一柄金刚武器报废的全给我打包，加上了之前谈好的总计5柄金刚武器，换不换？好的，成交。王德彪又重新制作了5件金刚武器，然后完成了交易，一共获得了200支完好和2280支破损的剑矢。紧接着他又拿出一把已经损坏的复合弓。终极升华2阶。提示：升华破损的复合弓需要消耗50枚特化结晶。确认消耗。
鹰眼复合弓逆银级适用于中远距离持续作战的精准弓弩，即使是新手也很容易命中范围内的目标。缺点是耐久度耗损极快，且容易出现零件损坏、突然报废。耐久度3件，新手也很容易命中范围内的目标。我现在缺的就是精准，至于耐久度损耗严重，这还算问题吗？提示：您寄售在交易行的金刚长剑交易成功，获得木材采集精通。买家留言：你好，我这里有一本高级射术精通，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加我好友。这真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也不用麻烦我去世界上收了。王德彪添加了他的好友，金刚直剑就可以交换，但我这个是高级的技能书，光一把不够，那就2把。还有没有别的？你小子要求有点多呀，金刚级手弩1把，附赠50发弩箭，不能再多。好的，成交。恭喜获得高级射术精通 C 级，效果：学习后掌握所有远程武器高级进阶技巧。特性：远程武器攻击距离额外提升20。此时交易行上架的武器已经全数售空。王德彪打开商品仓库，里面整整齐齐躺着10本初级精通书籍，分别是制衣园丁厨艺驾驶技术、育儿保姆木材采集和布料采集。竟然还有育儿保姆精通，我看起来像奶爸吗？不过技多不压身，先多学了再说。王德彪又瞥了眼空间行囊，特化结晶还剩下340枚，此刻万事俱备，只待开启狩猎。王德彪用力一跃，直接窜上了宿舍楼顶。而此时的工厂大院，数百只连鸮幼虫个个耸立，远远看去宛如海中珊瑚一般。此时工厂大院，数百只幼虫个个耸立，远远看去宛如海中珊瑚一般。而此刻的王德彪正站在宿舍楼顶，开启真理之眼。只见每一只连鸮幼虫的合体都已经显露了出来。王德彪拉弓搭弦，箭矢携带着破空之声落下，一只连鸮幼虫突然身体绷直，随即轰然瘫倒在地，不堪一击。高级射手精通，外加金刚级复合弓，什么怪物都得靠边站。王德彪继续拉弓搭弦，无数箭矢如同箭雨般破空而去，每一只箭矢落下，都会精准地带走一条连鸮幼虫的生命。开启真理之眼，不错，一只也没有了。翻身跃下墙面，王德彪来到了工厂门口，再次扫视了一遍整个建筑，确定工厂大院再无一只活物后，王德彪翻墙越过，进入了工厂内部。这味道有点太冲了，感叹了一句，王德彪还是选择上前动手采集。成功回收连鸮幼虫，获得特化结晶2颗，高纯度1种蛋白2颗，金刚级便携复合剑士1支。几个来回的功夫，整个院落清扫一空，特化结晶也到了876颗。院子内的怪虫已经剿灭，接下来就是工厂大楼的每个楼层。推开工作区大门，然而还没等王德彪有半分动作，几只怪虫就已经喷出了口中的酸液。万分危急之下，王德彪也只能堪堪侧了一下身子，低头一看，胳膊和大腿都已经被划伤，大意了，差点晕头翻船。王德彪努力冷静下来。酸液喷涂有明显的蓄积动作，只要在蓄积之前完成狩猎，它们根本喷不出来。而且由于长廊的地形限制，从车间里出来的幼虫也只能挤在后面。拉弓搭弦，箭矢爆射，此刻每一只怪虫在王德彪眼中只剩下合体弱点。8发箭矢3秒内射完，最外圈7、8只幼虫当场嘎掉。王德彪从一间办公室内走出，回望整个1楼区域，再无半只幼虫身影，特化结晶的数量也增加到了1580枚。提示：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1000特化结晶完成基因进化？进化后将会晋升到初级狩猎战士，获得体质改造。确认提升。话音刚落，一小堆结晶蜂拥而出，而后化为一股巨大的能量涌入王德彪体内，两眼一闭，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恭喜您完成基因进化，初级狩猎战士，彻底完成反体蜕变，跨入更高生命层次，可在外交区域拥有自保之力。吞噬5000特化结晶可以晋升至中级狩猎战士。提示：由于您是第一位完成基因进化的觉醒者，觉醒之力额外提升3阶，并获得3次抽奖机会。现在是否进行抽取？王德彪听到抽奖2字，瞬间来了精神。确定抽取。恭喜您获得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 C 级技能书高级钢铁采集精通，特殊道具3方区域地图万能抵扣券，使用后可以抵扣1次特化结晶消耗。这不就是抵扣特权吗？还有这种好东西，之前升级采集足足抵扣了800万特化晶体，这要是狩猎怪虫，累死都弄不完。高级钢铁采集精通，效果：学习后可对钢铁进行回收利用。特性：回收转化率额外提升50%。这本技能倒是没什么可研究的，直接学习就行。3方区域地图，特殊物品记载了平湖区、星辉区、金田区3个区域的详细地图，图中标有6个3级物资箱，3个特殊区域的具体位置。3个区域的详细地图也就算了，图里竟然还给标出了6个3级物资箱的位置。这个白色的光标应该就是我自己了。这么看来，红色的应该是区域的核心位置，那里的一种生物的等级不用去想，必然是越往中心越是强大。转移者目前应该都处于各区域的郊区边界。关闭地图后，王德彪又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这面板自己看着都觉得无敌。
不过这个觉醒之力是什么东西？觉醒之力类别：觉醒技能，效果使用后进入基因觉醒状态，综合体质飙升4倍，效果持续4分钟，每日凌晨重置冷却时间。特性：消耗特化结晶，可提升觉醒之力的等阶，最高10阶，当前等阶4阶，一初始加3额外。4分钟4倍综合体质飙升，升到顶阶就是10分钟10倍的加成，这简直也太强了！而且我还额外加了3级，别人最高只有10阶，而我却能升到13阶。王德彪心情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技能虽好，但感觉前路一片外债。技能、武器、特化等级、觉醒之力，未来指不定还有别的，全都需要大量的特化结晶。振作了下精神，王德彪带上鹰眼复合弓就直奔2楼。有了狩猎战士的等级加持，拉弓搭箭然后传射而出，这些连消幼虫便宛如蝼蚁般被统统收割。40分钟后，整个2楼就已被清扫一空。获得了1472枚特化结晶之后，王德彪又马不停蹄地直奔3楼，弓拉满弦，一气呵成，箭矢精准命中怪兽。随着倒地之声不断响起，怪虫的数量已经锐减到2位数，动手收割掉了最后的几只连消幼虫。王德彪走到车间的角落，只见5只黑色的虫蛹正严实地围在3级物资箱周边。真理之眼扫描，连消之蛹，1级精英一种连消的虫蛹形态，蜕变进度50%，仅3个半小时就涨了35%的进度吗？王德彪将武器换成了金刚直刀，然后随手一挥，直接击穿了一只虫蛹，凄厉的悲鸣从蛹壳内传出，但王德彪不为所动，这时刷刷几刀挥出，3只虫蛹应声破开。然而就在此时，一柄刀刃突然从最后那只虫蛹中弹出，轻而易举地架住了这道挥击。惊异中的王德彪急忙撤刀爆痛。什么情况？变异连消原本属于1级精英一种，接收另外4只连消之蛹的能量后暴走进化，变异为1级精英加，具备极其强盛的战斗天赋，并且生来睚眦必报，除非目标嘎在自己手中，否则天涯海角穷追不舍。弱点：心脏。看着还有一半身子待在茧中的变异连消，王德彪目色一冷，觉醒之力，力量倍化术毫不犹豫同时开启，爆炸性的力量指数膨胀。王德彪举刀飞身力劈发，一刀斩在刀锋之上，同时也破开了他那坚韧的身体，还没破壳完成的精英一粉就此嘎掉。小子，你不讲武德，我还没破壳出来，你就直接开大招了？拜托，这是在战斗，求生者与异种间的战争还需要讲啥武德？王德彪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蹲下身来对其进行了采集，成功分解变异连消，获得特化结晶30，连消刀锋4，连消甲效10，还剩一个3级物资箱，我最喜欢开宝箱的环节了。3级物资箱里面放置着1枚 B 级可认主的异化幼种卵，可契约异化幼种卵，这不就是宠物吗？等等，物资箱也是物品，那它是不是也能够被终极升华进阶？系统终极升华物资箱2阶。确定消耗3500枚特化结晶，将3级物资箱升华至5级物资箱。确认终极升华。5级物资箱里面放置了1枚 S 级异化幼种卵。果然如此，看来升华之后，箱内物资不会变化，只会提升物品的等级。直接打开了物资箱，随后1枚拳头大小的生物卵体展示出来。王德彪将其揣进兜里，随后回到了对面的宿舍之中，开启真理之眼。女皇蜘蛛 S 级，孵化后会诞生出天赋、力量、速度、耐力、生命力和智慧全 S 级的皇族一种。蜘蛛女皇，孵化认主条件：高纯度一种蛋白成1000，初级育儿保姆精通。这个初级育儿保姆精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系统，我要升华蜘蛛女皇卵2阶。提示：升华 S 级蜘蛛女皇卵需要消耗3000万特化结晶体，确定消耗1张万能抵扣券，将 S 级蜘蛛女皇卵提升2个品阶。王德彪默默掏出了刚得来的万能抵扣券，随后蜘蛛女皇卵分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高更大的巨蛋。原初蜘蛛卵，类别无法查看，说明无法查看。孵化认主条件：高纯度一种蛋白成5000，高级育儿保姆精通，贴身孵化12式，孵化后第一眼见到孵化者。随后王德彪将初级育儿保姆精通升华到了高级，就开始了长达12小时的孵化之旅。闲着也无聊，不如打开世界频道瞅两眼。家人们注意了，就在刚刚，有人入侵了我们区域，目前已经有几十人嘎掉了，其中不乏高级士兵的大佬。不会吧，我还以为周边所有区域都是本国的，怎么还有其他国家？估计是从2地郊区分界线过来的，必然有极限兵王带队。你们知道自己是哪个区的吗？不知道区域名，但我这里是九华街，属于商业街道。王德彪看到消息后又转到了区域频道。好吓人，不会我们隔壁也是外国人吧？不确定，但我们有陈叔在，不用怕。明天一早，我会领着长平街的主力开始向4周进行搜救行动，到时候希望大家全都集结在一起。当然，我会先将孟子街附近的人集结起来，到时候直接跟着陈叔走。看来区域里的人现在都挺和谐的。不过这个九华街道就在北边的平湖区，正好附近还有个3级物资箱，要不明天过去看看，顺便把这些入侵者给收拾了。长夜漫漫，孵化了一整夜的原初蜘蛛卵终于破开了一道裂缝，
紧接着整个蛋开始颤抖起来，最终在一声咔嚓脆响中一分为二。提示：原初蜘蛛卵成功孵化，认主仪式完成。真理之眼鉴定。原初蜘蛛当前等级1级，诞生于真理世界的最古神兽神族，目前正处于幼生阶段，大量技能属性被封印，可随意化等级提升而解锁。技能：千丝猪毛，弱点看破，破灭之光。真是不枉我辛苦孵化，没想到原初蜘蛛的生物品级竟然是神奇，还有那个破灭之光的技能，听着就强大无比。提示：原初蜘蛛尚未命名，是否立即进行命名？原初雪白就叫初雪吧。正在啃一种蛋白的小蜘蛛点了点后，表示这个名字还算不错。该出去狩猎了。北郊有个3级物资箱，不过将它升华到5级还需要消耗3500枚结晶，真是有点头大。而此时一夜过去，之前空旷的巷道全都被怪虫塞满，对面的工厂更是铺了整整3层。这味道可也太冲了。随着箭矢根根落下，无数幼虫纷纷倒地，而旁边跃跃欲试的初雪也没闲着，幼小的身躯化作虚影飞出，也没看清做了什么，就有几只怪虫轰然倒地。随着幼虫被一波接一波的消灭，2个小时后，特化结晶的数量已经到了11680枚。可真累啊，武器都报废了好几把，刚刚嘎掉的怪虫都能绕工厂3周了。提示：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5000枚特化结晶将特化等级提升至终极狩猎战士？确认提升。话音刚落，5000枚特化结晶直接凭空飞出，而后没入了王德彪的身体。升级成功，终极狩猎战士，强大的战士精锐，单人便可狩猎一定数量的1级精英，队伍配合更是能对1级王者进行讨伐。不错，力量方面倒是比初级狩猎战士多了3倍。之后王德彪又花费1000结晶将觉醒之力提升了1阶。觉醒之力使用后进入基因觉醒状态，综合体质飙升5倍，效果持续5分钟。当前等阶5阶，2初始加3额外。接下来王德彪沿途一边用真理真眼扫视物资，一边狩猎怪虫。渐渐的时间来到了中午。泰华购物广场，这里就是地图上标注的3级物资箱所在地了吧？真理之眼鉴定。人类年宵幼虫变异连消3级物资箱，看来又是一场硬战。这里面有人，我们先去商场的楼顶。初雪应了一声，千丝技能平静发动，直接带着王德彪到了对面楼顶，而后丝线开始向着周围延展。可以听到商场里的声音了。大家都不要这个表情嘛！刚刚你们的表现，金太相欧巴可是看着的。他承诺过，只要你们能够协助攻略掉这座商场，就给你们一人分100特化结晶，那可是100枚，能够直升高级士兵。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出现刚刚那种不和谐的画面。可是我们连个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只用你们提供的木矛，根本没有多大的威力。从最初的广场到现在，我们都已经嘎掉100多人。刀光闪过，男人一声闷哼，直接倒地，没有人惊叫，没有人哀嚎，全场众人好像司空见惯一般。龙国人，原来你们有这么大的意见啊！行了行了，崔永俊，别生气了，再气下去，谁帮我们攻略这个商场啊？好了，你们这些难民，不要妄图从这里逃走。金太祥欧巴可是货真价实的初级狩猎战士，那是你们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水准。好了，初雪，到此为止，我们下去。惺惺作态，无非就是让我们当炮灰，别给我带到机会，否则有你们好看。崔永俊，交给你了。交给我吧，太相哥，保证满分完成任务。嘿嘿，龙国人，你可千万和你表露的英勇一样，不要哭喊。这人的废话可真多。王德彪直接开弓，3枚金刚箭矢精准贯透。崔永俊身形一滞，而后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什么人？众人齐齐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名身着黑色劲装的男人，带着恶鬼般的狰狞脸笑，和煦地盯着他们。寒意乍起，金太相直接翻手取出一把手枪。然而还没等他有任何动作，对面那道身影便如鬼魅一般消失不见。唯有金太相察觉到了什么，想要扭身闪躲，然而一道白光闪过，他只觉得自己再也说不出任何话。太相欧巴！此时此刻，棒果小队也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那是强者，绝对的强者。欧巴，您真英勇！金太相在您面前就和小喽啰一般，那想来您需要一个可以将您照顾舒畅的侍从了。您觉得我怎么样？王德彪持刀而立，而后一闪而过，算是给了他最终答复。成功采集初级狩猎战士，获得特化结晶1410颗。附近发现无主空间行囊3个，是否获救？王德彪简单的解决了剩下几人，就来到了商场5楼。还剩3只变异连消和1只准消后，初雪，到我背后去，他们应该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了。王德彪直接开启了力量赋予和觉醒之力，而后化作一道飞虹窜入房间内。3只正在守护准消后的连消精英，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王德彪直接劈翻在地，马不停蹄地扫描出了消后的合体。王德彪又是轻甩刀，直刀带着万钧之力直接将2个合体击碎，随后身形一闪，单手持刀，第3颗合体也在冲击之下轰然裂开。伴随着消后残骸的落地声，王德彪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狩猎，成功回收准消后残骸，获得消王刀锋12、消王甲壳20、连消幼虫卵10、消王刀锋、甲壳、
可以用作打造特化生物装备的制造原料。使用条件：中级锻造精通级以上。莲硝幼虫卵孵化后会诞生出虫族之一的莲硝幼虫。孵化条件：高纯度异种蛋白5。初级育儿保姆精通。终极升华2阶。提示：是否消耗1000枚特化结晶，将莲硝幼虫卵升华至古代硝黄卵。古代硝黄，C级古代莲硝皇族血统，攻击力绝强且忠诚度为1。不升级，先来看看重头戏，这个以后留着看家护院还不错。王德彪走到了房间角落，只见3个箱子整齐地摆在这里。真理之眼鉴定。1级物资箱里面放置着5块得来巧克力，1支100毫升初级战士能源液，饮用后可以恢复体力。终极升华。3级物资箱放置5包百变美味巧克力，1支100毫升高级战士能源液。就这，挨下了我200枚结晶。下一个。2级物资箱里面放置着1本初级精通自选书。竟然是自选技能书，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终极升华2阶。4级物资箱里面放置着1本高级精通自选书。王德彪直接打开物资箱，1本白色封皮的技能书显示出来。终极升华2阶，使用并选择锻造精通。升华成功，大师级锻造精通。A级，掌握大师级一种生物装备锻造技艺，至高可以锻造原力级装备。特性：锻造成功率额外提高40%，一种生物技能继承概率额外提升10%。这怎么跟蓝星游戏里的强化系统差不多？随后王德彪拿出消亡刀锋，直接选择了锻造。提示：锻造消亡战刀需要消耗主材消亡刀锋8，辅材消亡甲壳2，特化结晶500，当前技能继承概率15%。确定打造，完美锻造，恭喜您打造出满额继承度消亡战刀。竟然是完美锻造，没想到我王德彪也能有一天这么好运。消亡战刀，秘银级，一类王者级生物兵器，专为特化战士驾驭一种能量铸造而成的新型武器。传承技能：切割、灌透、聚酸压缩号脉冲。王德彪迫不及待换上了消亡战刀，随手挥舞了几下，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身体中涌动。这也太强了！终极升华2阶。提示：确定消耗500枚特化结晶块，将消亡战刀升华至 C 级古黄刀。500特化结晶块，那不就等于5万枚特化结晶吗？生不起，生不起。先看看最后一个物资箱。3级物资箱内部放置1支精神刺激灵药，疑似效果使用后可以让一切能力重置到未使用的状态。这不就是冷却药水吗？终极升华物资箱2阶。提示：需要消耗3500枚特化结晶。确定消耗。5级物资箱内部放置1支精神刺激灵药5次。王德彪打开物资箱，1支拇指大小的药剂出现在眼前。终极升华药剂2阶。提示：已消耗4000枚特化结晶，将精神刺激灵药5次升华至20次。一天内可以连续使用20次觉醒之力是什么体验？加起来足足100分钟，这谁见了能不怕？可惜特化结晶只剩下613枚了，古代硝黄的卵还没孵化，要是能找到金银莲硝的老巢就好了，一次性嘎上个100-200来只，那就不愁没有结晶了。王德彪说到此处突然灵光一闪，对啊，金银莲硝密集扎堆的地方不好找，莲硝幼虫扎堆的地方不是遍地都是。于是王德彪出门走到1只莲硝幼虫附近。终极升华2阶。提示：确定消耗100特化结晶，将莲硝幼虫升华至1级精英莲硝。哪里？既然要100枚结晶，嘎1只莲硝才能采集20枚，这合着费劲不说，我还得倒贴80枚。不过既然活体不成，那就再试试残骸。随手拔掉眼前的莲硝幼虫。终极升华2阶。提示：升华莲硝幼虫残骸无需消耗特化结晶，确认将莲硝幼虫残骸升华至莲硝残骸。确认升华。不过这次怎么这么大方，竟然不需要消耗结晶。只见莲硝幼虫残骸分解消融，1只莲硝残骸出现在了原来的地方。王德彪连忙试着上前采集，成功分解莲硝残骸，获得特化结晶20，莲硝刀锋4，莲硝甲壳10，普通一种血液200毫升。我的天哪，这下要发财了！王德彪狂笑一声，而后拿出鹰眼复合弓，在终极狩猎战士的加成下，大片的莲硝幼虫如割草般倒地，近千幼虫在王德彪手中连10分钟都没支撑住，全都变为残骸留在原地。哇，这些残骸全部终极升华2阶。话音刚落，遍地的幼虫残骸全部升华完成，成功分解莲硝1150，获得特化结晶23000，莲硝刀锋4600，甲壳4600。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15000枚特化结晶，将特化等级提升至高级狩猎战士。确认消耗。升级成功，高级狩猎战士可以单独狩猎1级王者的精英战士，吞噬25000枚特化结晶，可以晋升至极限狩猎战士。晋升高级狩猎战士之后，王德彪并没有丝毫松懈。在这之后的几天，他就如同幼虫克星一般，带着消亡战刃从一条街道嘎到另外一条街道，直到放眼望去，工厂周围再也看不到一只蠕动的生物。提示：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25000枚特化结晶，将等级提升至极限狩猎战士。确认提升。
数万枚特化结晶直接于空间行囊飞出，而后钻入王德彪的体内。升级成功，极限狩猎战士踏入地级行列，是狩猎战士中的至强代表。吞噬6万特化结晶，可以晋升至初级末日战王。不错，现在估计只需一刀就能嘎掉准消耗了。而后王德彪随手打开了区域频道。陈叔，你们多久过来？没有催促的意思，我们西郊所有人都聚集齐了。陈叔已经带着我们向西郊进发，不过300多人的行进速度有点慢，但是预计夜幕之前可以抵达。感谢，请一定小心，尤其是成熟体的幼虫。提示：您在交易行上架的武器宽刃重剑未能成功出售，已退回商品保管箱，请注意查收。陈海他们已经集结了300多求生者，在街道周边成团狩猎怪虫，而且武器的需求量也降低了。看我也是时候前往核心区域了。可惜目前特化结晶只有38000多枚，否则升到末日战王级别会更有保障一些。做好决策后，王德彪就马上行动了起来。在初雪千丝技能的引导下，俩人很快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堡垒内的。看来这就是今天区真正的敌人水准了。算上周围没看到的，这里估计得散布着数以千计的连骁精英，也多亏有1个月的压制缓冲期，否则一旦这些成熟体冲向转移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真理之眼扫描。中心城最终铁堡类别1级庇护所，说明5年前异域之门开启，无数异种生物降临并侵蚀了这个世界。金田区守卫长董威得知侵害正在向外交扩散，于是调集了所有可以调集的力量，最终耗时3月打造了这座金刚堡垒，并建立了可以供所有金田区居民使用的地下庇护所。起初，最终铁堡成功阻挡了一种连骁的攻势，后因地级突变个体恐惧枭王的碾压式强攻，还是让其沦为了怪虫的巢穴。之后守卫长以自身为诱饵，利用中心城核心驱动式的防护措施，将枭王封锁在了地底深处，并留下了生还者绝不允许打开的告诫。虽封锁了，那我不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清扫中心城内的连骁异种了？提示：你已进入当前区域中心城，激发城区核心任务解放避难所，当前进度0%。不会吧？我只想找地级王者测测自己的真实水平，现在突然加了个任务，显得多不纯粹。虽然口中这么说，但王德彪还是提刀酝酿了下情绪，然后直接闪身轰向堡垒的大门。大门没打开，但却惊动了一支连骁小队。王德彪瞅了一眼，连骁小队一个照面就被全灭，就连大门也在嘎吱一声中轰然倒塌。而后王德彪直接提刀冲入铁堡大门，走向通往枭王枭后所在的长廊。你们怎么就喜欢扎堆聚集呢？难不成专门为了给我提升效率？巨酸压缩炮！王德彪举刀上前，一道虚影在刀尖凝聚而出，随后直接朝着连骁咆哮轰去，爆发的光束冲刷过整条宽广的基地主道，这一下直接打掉了通道上近乎70%的精英连骁。这技能也太强了，不过都轰成渣渣了，连结晶都采集不了，看来下次得注意点。一波连骁的打掉，带来的是更多连骁的愤怒。王德彪盯着这群来势汹汹的精英连骁，一个不留。在极限狩猎战士的等级加持下，上千的精英连骁只在技能的狂下坚持了不到15分钟。精英连骁残骸3805具，变异连骁残骸42具，这还没升华呢，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升华之后想都不敢想呀。不过先把枭王和枭后解决了再说。初雪，我们走。王德彪带着初雪走到了黑色长廊的尽头，一个颇有科幻感的建筑出现在了眼前。提示：你已深入幸存者基地，当前区域核心解放进度40%。提示：恐惧枭王将在1个月后突破封锁，重返地上。1个月后重返地上，那也就是说等1个月后，每个区域至少得有1名末日战王坐镇，才能守住区域的生存资格。还有这个驱动师老是给我一种不太对劲的感觉，还是先回去继续发育一下比较保险。提示：正在进行城区核心任务解放庇护所，任务未完成前，解放者无法离开当前场景。哪里？还可以这样玩？系统，你能不能要点脸？之后王德彪又不放弃的四下探了探，但却都被一股无名的力量给拦住了。旁边的初雪也一样，全部被困在了这里。看来除了攻略这所基地别无他法了，今天就在这里突破末日战王。王德彪从空间行囊中取出了一具精英连骁的残骸，终极升华2阶。提示：确定消耗100特化结晶，将1级精英连骁残骸升华为地级飓风连骁幼虫残骸。怎么又要钱了？难不成在系统看来地级的残骸已经不再是垃圾，而是拥有价值的遗产？确定升华。紧接着连骁残骸被分解，一个更高更大的巨型幼虫出现在了眼前。王德彪直接对其进行了采集，成功分解飓风连骁幼虫，获得特化结晶100，高能蛋白2，御风甲胄2，消耗100结晶，又给了100结晶，这还是因为我有双倍采集，否则得亏一半。再次拿出一具连骁残骸，这次只升华了1阶，花费了30结晶。王德彪又继续对其进行了采集，成功分解1级枭王残骸，获得特化结晶60，枭王刀锋16，枭王甲胄24，还行，每只残骸能有30枚结晶的收益。之后，王德彪对所有残骸进行了1阶升华，特化结晶的总数量也到了153477颗。打造生物兵器的材料已经多到用不完了，看来只能后面放到交易行了。
提示：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6万枚特化结晶将等级提升至初级末日战王。确认提升。特化结晶成堆的从空间行囊飞出，而后化作能量冲进王德彪的体内，一股巨大的脉冲以他为中心激荡出数百米的距离。提示：恭喜您完成基因跃迁，成功跃迁为初级末日战王。提示：由于您是第一位完成基因跃迁的跃迁者，跃迁者光环覆盖范围额外提升 30%， 并获得3次抽奖机会。跃迁光环但凡等级低于自身的生灵都将受到自身能量的压制。提示：您还有3次抽奖机会尚未使用，是否立即进行抽取？确认抽取。恭喜您获得特殊道具一种蛋白加工机设计图 ，B 级技能书吸手，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竟然又出万能抵扣券了，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还有那本技能书是什么？吸手可将10米内不超过100千克的物体吸附到手中。有点鸡肋啊，把武器射出去都不一定能重新捞回来。终极升华2阶。提示：确定消耗2000枚特化结晶升华为 S 级技能万象操控。确定消耗。万象操控可将200米内不超过自身极限力量的物体吸附到手中。这不就对劲了吗？200米不超过自身力量，用得好绝对是御剑级别的暗器手法。之后王德彪将结晶全部花在了觉醒之力上。觉醒之力综合体质飙升12倍，效果持续12分钟。当前等阶12阶，9基础加3额外。不错，可以进去见识一下恐惧枭王了。王德彪直接开启觉醒之力，而后一刀砍碎门禁冲了进去。眨眼之间，高达5米的恐惧枭王便出现在了王德彪身前。微型收束炮，巨大的能量在刀尖汇聚，王德彪一刀劈出，直接将其击飞。脉冲斩击，刀身快速飞出，焦作的刀光精准命中了恐惧枭王的头颅所在。万象操控，一股莫名的吸力传出，恐惧枭王不受控制的被推向了王德彪。合金切割，只见光芒爆闪，而后恐惧枭王的身体从空中落下，再也不动。提示：恭喜您完成城区核心任务解放庇护所，获得1级庇护所中心城最终铁堡的堡垒之心。提示：由于您获得庇护所，吸引了周边大量一种生物的注意，3日后一种生物将对您的庇护所发动猛烈攻势。全新通告：恭喜龙国攻略者王德彪超额完成核心程序任务，获得幸存者庇护所。由于该攻略者为全新第一位完成核心程序任务的强者，授予先驱者称号，庇护所等级+1。嘉兰星中央区域的某个房间内，几个身影环绕在一张巨大的方桌之上。第3天，真快呀！历史最快的记录是多少？10天。确实是10天。那批转移者个体实力足够强大，可惜他们的种群太过稀薄，全数加起来都不过万。而那名战士直到最终也没能走到我们身前，反倒成为了那些家伙的战利品，催生出第6位破晓者。第6位，加上将我们强制转移到这里的老东西，就是7位。按照战力，7位破晓者已经可以同我们战至平手。如果再来1位，这个平衡就会彻底打破，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养料，促成他们的计划。我们不惜耗费巨大的能量，打破壁垒缝隙，聚集于此，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知道这批转移者的信息。女王，你说说看。脆弱但很睿智，团结又会猎杀同类，贪婪还无私，矛盾的聚合体。种群是所有批次中最为庞大的存在，没有之一。庞大、脆弱、贪婪，这样的种群竟能超越那个记录，但这就是事实。外围的世界压制会根据转移者的综合体质做出调整。女王的臣民虽以数量取胜，但能被那群家伙安排到镇守核心区域，势必个体力量同样不俗，能够将这样的个体瓦解，绝不会有运气的成分。他们很强，强就好。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打破最终的壁垒，来到我们面前，哪怕只有一个。回到中心城，王德彪无语地望着上空。先驱者，我顶多算是个开了挂的幸运儿罢了。紧接着，王德彪将眼前的堡垒核心融入自身。提示：请订立中心城臣民规则，臣民不可违抗城主设定的规则，城主有权在任何时候决定城民的去留。王德彪稍加思索片刻，就动手开始了书写。在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之后，点击了确定。而与此同时，城区西郊的某个仓库内，庇护所追踪铁堡入住规则，那个获得庇护所的大佬是我们缺的。先看看规则。第1条，城民不可违抗城主设定的规则，城主有权在任何时候决定村民的去留，城主在村民面前处于绝对的无敌状态。城主有权在任何时候决定城民的去留，未免太霸道了。万一我们加入之后，城主发病，岂不是随时都有被踢的风险？追踪铁堡规则2，庇护所内，本城城民禁止一切暴力攻击行为，但此条规则在训练场内不生效。这条规则好，扼杀了暴力事件，又不影响正常训练。如果有矛盾，那就自己上训练场解决，很合理啊。追踪铁堡规则3，除非城主有令，否则无论是谁，每周至少出征至少狩猎10只1种，等级不限。这应该算是每日任务吧，好像也挺合理。
估计是防止有人直接躺平当咸鱼。最终贴保规则是一次世界等级提升之前，入住成民无论男女老少，必须全体达到高级狩猎战士等级，否则直接请出庇护所。高级狩猎战士，我现在连初级狩猎战士都还差点，要求高级狩猎战士，这个城主是魔鬼吧？距离第一次世界等级提升还有27天，27天所有人达到高级狩猎战士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更何况还有第5条规则的存在。最终贴保规则5，所有人击杀一种生物后，可将残骸回收带回，由专门人员进行树木清点后，可以100%兑换等同于此类一种产物的特化结晶素材料没收。什么意思？好像是把一种残骸交给城主，然后城主100%返还那些一种生物掉落的结晶数，再也不用管脸黑脸白、爆率拉满，就材料不给我们了。陈叔是这个意思吗？没错，而且还可以将残骸回收，你不回收直接采集也没关系。谁会采集呀？肯定都带回去呀。至于没收，别说材料了，你再多收我3成结晶都行，不然这结晶我拿着不踏实。不过话说回来，大佬这是在搞慈善吗？城主会这么规定，肯定有他的道理，深入的我们无法了解，但既然写出来就具备效力，大家都怎么看？我个人意见是加入，反正我们本来就想团结起来谋求生存，现在有更安全的地方可去，拒绝的话岂不是太可惜了？最主要的是，一旦拒绝会被强制传送到无主城区，到时候好不容易聚集的大伙又得打散分开。这话说的有道理，陈叔，我们加入吧。那就加入吧，北郊来的也一起吧，是非对错，过后如何，那得你们自己表现。反正马上都是庇护所的一员，能决定你们去留的是城主，而不是我们。回到最终铁堡这边，王德彪盯着虚空列表里的一个名字，表情有点意外。这人不就是之前自己救过的杨雪吗？自己发布入住规则2分钟不到，他竟然就加了进来。然而就在此时，入住庇护所的成员列表突然疯狂增加。陈海，初级狩猎战士，每日提供收益5枚特化结晶。初级狩猎战士，这也太低了吧？不过也是带着几百号人围着郊区赶路，纵然一身本领，又哪有时间发挥？这里就是庇护所，也太壮观了吧！你说的不对，应该是我们的庇护所，这也太特么酷了！我还以为就是一个破烂的基地，谁知道这么拉轰。各位刚入城的城民，很高兴你们选择加入最终铁堡，我是最终铁堡的城主，在这里，只要各位遵守最终铁堡设定的规则，我承诺不会随便驱逐城民。接下来，各位可以自行选择入住宿舍，所有的狩猎要求从明开始。最后，陈海同志选好宿舍之后，来一趟苍穹王座。几分钟后，陈海乘坐电梯到达了苍穹王座。走出电梯后，入眼便见一个穿着黑色劲装的男子站在大厅之中。陈海，大夏龙组退役组长，大转移前担任龙组教官，战斗经验极其丰富，曾经只身一人击杀一队 A 级雇佣军，被称之为大夏不死鸟。你还有一个女儿叫做江陵。你到底是什么人？其实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解除你现在最大的焦虑。你想让我做什么？那我就直说了，从今起，你就是这座庇护所的副城主，负责管理一切城民的活动，以及最重要的一种生物残骸的上交统计和特化结晶的返还分发。总而言之，我负责维系整个庇护所的运转，而你负责所有城民的管理，怎么样？只是这样就行？不然呢？你以为我会让你做什么？我以为会是些打破原则的事。开玩笑，我又不是什么恶魔。所以陈海同志，你的回复是？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很好，既然你答应了我的提议，自然也不能让你白干。你的女儿江陵，她还活着，并且活得比你要好。目前她的特化等级为中级狩猎战士，算是转移者中的第一梯队。不过她所身处的位置我无法得知，但你可以尝试自己询问。江陵的个人编号我已经发给你了，然后你就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有事我会和你联系。送走陈海后，王德彪来到了一个圆顶建筑之前。中心城武器库1号，类别2级武器库，范围中心辐射200米，授权对象城主王德彪。缓步进入，只见一个巨大生物正昏睡在这里，这正是庇护所中的萧后。之前萧王被王德彪击败后，萧后便选择了臣服，便以飓风萧后递加王者级，说明牺牲所有进攻手的，进化出了恐怖的防御能力，哪怕残肢断臂也能恢复原状态，已被驯化，同时进入繁衍阶段。当前繁衍力7880。提示：萧后和他的幼崽都将作为成民单位入住庇护所，并且占据接纳人数的名额，同时关联城主收益。这以后就是我的聚宝盆了，等它孵化完成后，那我就有了接近8000只金银年宵，不但可以充当护卫加持庇护所，还能每天持续的收取大量结晶。接下来就该收集其他堡垒核心，然后升级庇护所了。想到这，王德彪直接打开了城主语音。各位城民，接下来最终铁堡将会向着金田区北郊移动，不过各位不用担心，最终铁堡具备高超的加蓝技术，不会有任何危险，只是会产生比较巨大的响动，希望各位不要惊慌。几分钟后，一声巨响从堡垒下方传出，风中的云纸在飞速的倒退，仅5分钟不到，
巨大的城池便停留在了金田须可交。尊敬的城主大人，当前铁堡能量剩余 50%， 是否考虑关闭高能磁旋和电磁屏障，以保证庇护所能源供给充足？关闭高能磁旋，保留电磁屏障。麒麟，说明一下能源补充方式。回禀城主大人，第一种特化结晶充能法，2级庇护所充满能源需要消耗100枚特化结晶块或者1枚特化结晶体。第二种吞噬堡垒核心，每次吞噬堡垒核心都会将能源恢复到满载状态。1枚特化结晶体，也就是1万特化结晶，还能用得起。而且按照金田区的转移者来算，一个区域应该是以1000人为单位。蓝星70多亿人口全部来到这里，那家蓝星666号星球的外围区域至少得拥有700万座庇护所。只要实力充足，堡垒核心这东西以后绝对不缺。转眼来到第二天，王德彪刚走出大门，耳边便传来了系统声音。提示：一种工程倒计时开始，3日后一种狂潮将会席卷城池。提示：因为您的英勇庇护，昨日城主收益获得结算，恭喜您获得特化结晶165枚。消后160枚，陈海5枚，到底还是成名的特化等级太低了。不过陈海已经带领小队出去狩猎连消幼虫了，有我提供的特化武器，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提升起来。初雪，我们去星辉区。初雪点了点头，有着千丝技能的加持，俩人很快就到了星辉区的核心区域，入眼便是一些会飞的扑棱蛾子，以及一座巨大的城堡。真理之眼鉴定，幻蛾1级群居性异种，防御力不高，但能恒久保持着悬空状态，横向机动性极强，能在短短1瞬完成左右折返，实力也就一般般，以后交给庇护所的人来清理吧。中心城众星神宫5年前异域之门开启，星辉区守卫长木南是个信奉众星之神的虔诚信徒，一种侵袭的最终，他没有竭尽全力铸造堡垒，而是为了祈祷神灵救主建立了这座宫殿。然而神灵似乎并没有眷顾他的信徒，地雷王者及一种大蓝蝶王轻易地摧毁了城门，最终于毒素中泯灭了所有住民。众星神宫，没想到在现代感如此浓厚的城市中，还能见到这种幻想世界才会拥有的建筑。说罢，王德彪带着初雪走入了堡垒内部，然而奇怪的是，这里竟然一只怪物也没有。提示：您已进入无主的中心城区，激发城区核心任务解放庇护所，当前进度 30%。30%，有人攻略过，还是有人正在进行攻略？真理之眼设定转移者，一种生物，鉴定。金正鹤，幻蛾，幻毒蛾王，大蓝蝶王。金正鹤这个名字好熟悉。金正鹤，高级狩猎战士，原蓝星住民，傍过白金财阀长子。他表面学习出众，对待后辈和蔼可亲，对待长辈孝顺至极，是未来最合理的财阀继承人。但背地里却是性格残暴、极端利己，拥有黑恶势力的黑色领袖。现加了末世第66666次转移者，推行以养蛊手段培养手下。主动技能：炫光盾 A 级，破风斩 C 级。目前已狩猎转移者220人。好家伙，和他一对比，我简直就是圣人。这人还是之前被我嘎到的金太香的哥哥，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初雪，待会不要弄出声响，我们摸进去看看。初雪点了点头，随后两人朝着宫殿深处走去。此时的金正鹤正凭借着高级狩猎战士的加持，对着幻蛾疯狂的收割，地上铺满了各种残骸。简单，实在是太简单了，以后这个世界就是我金正鹤的天下了。你小子高兴的太早了，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残忍。残忍采集。提示：您使用了贪欲之手，残忍地提取出隶属金正鹤的一种残骸，获得特化结晶20，并留下一句空壳。随着系统声音的不断响起，王德彪在此期间共计收获特化结晶9200枚，幻蝶翅膀1840对，幻蛾毒粉4600份，异类普通异种血液460只。正好此时，金正鹤已经干掉了最后2只精英幻蛾，邪魅地朝着空中一笑，而后就走向自己的战利品，开始了采集。王德彪则非常礼貌地躲在一边，看着460只幻蛾残骸在金正鹤的采集中分解消散，继而看着金正鹤的表情由平淡变得莫名，再由莫名变得困惑。这特么什么情况？我的战利品呢？紧接着这家伙便急得来回走了2圈。阿西吧，真是奇了怪了，难不成掉到地里面去了？还是说第2层没有产出？王德彪听到这差点没笑出声。金正鹤不甘心地走向最后2只幻蛾残骸，采集，你给我采集！残骸分解消散，金正鹤又一次陷入沉默。算了，重要的是庇护所，只要有了庇护所，我就能快速的吸纳转移者，到时候让他们互相争斗，再由我嘎掉最强的那几个。特化结晶不是随便拥有。说罢，金正鹤便大笑着向第3层走去。听完金正鹤的自我规划，王德彪脸上也露出残忍的笑容，无声地跟了上去。众神星宫的第3层，一只巨大的扑棱蛾子正与金正鹤对峙。这就是幻毒蛾王了，实力只能说还算凑合。而此时战场之中的蛾王直接挥出一道强风，其中夹带着丝丝毒素。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看我破风斩！金正鹤展开毒物直击幻毒蛾王，然而蛾王一个折返，轻松闪过金正鹤的攻击。
你俩在这给我玩回合战斗游戏呢？脉冲斩击！我操！金正赫怔怔地看着面前的俄王尸骸。我的天，众星神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强者？不行，我得赶紧跑！可就在他刚刚移动步伐之时，我不甘心啊，我还没……没等他说完，一代古王出师未解，就此化作冰冷的残骸。终极升华2阶，确定消耗5000枚特化结晶，将高级狩猎战士金正赫升华为初级末日战王金正赫。确定成功收集初级末日战王金正赫，获得特化结晶106000枚，初级末日战王能源液200毫升。难怪这货这么喜欢养蛊，收益确实诱惑巨大。随后，王德彪回收了他的空间行囊。好家伙，这也太感人了！空间行囊还是初始的40个，他几乎将所有特化结晶都用来提升特化等级了。要不是这家伙转移在自己隔壁，没准还真能被他的养蛊之法发育起来。收完了物资，王德彪直接启用真理之眼找到了大蓝王蝶。大蓝王蝶地级王者，技能双重旋风混合毒素引来一闪，弱点破除风王领域摧毁双翅，即可令其丧失一切行动能力。现在地级王者对我来说早已成为过去式。合金切割，脉冲斩击。伴随一声凄厉的悲鸣，系统提示接踵而至。全新通告：恭喜大夏国转移者王德彪完成核心程序任务，获得幸存者庇护所1。由于该转移者为全新第2位完成任务的攻略者，授予称号追星者。金田区北郊，正在带队狩猎的陈海等人愣愣地看着天空。我的天，老大这也太猛了！确实好强，现在有城主庇护着，我们可要趁着机会强化自身，指不定哪天我们也能成为攻打中心城区的主要力量，也不用什么事都城主亲力亲为。说得对，可不能让城主老大小瞧了咱们，兄弟们干起来！同一时刻，未知区域，一个女子立于高楼之上。大夏人挺强的嘛，看来在发育起来之前，千万不能和他对上，否则我会有危险。另一区域，一名西装革履的米国人眯着眼。竟然又是大夏人！布罗，我问你，那个大夏女人找到了没？没有，他等级太高了，我们就算追上也嘎不了他，反而会被他反嘎。哦，这么说你已经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了？尽管不想承认，但目前来看确实没有办。完不成任务，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下一个建立庇护所的一定会是我卡尔，而那个狡猾的大夏女人迟早会落在我的手里。到那时，哼。回到王德彪这边，他正看着自己的信息面板愣愣出神。这看起来怎么像是我自己追我自己呢？还有这个称号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提示：你已获得星辉区统治权，区域频道同时笼罩星辉、金田2大区域，现在可对城区内的滞留者进行邀请或驱逐。是这样吗？麒麟，打开全区滞留者名单列表。敬爱的城主大人，恭喜您凯旋，正在执行您的指令。紧接着一副界面浮现于王德彪眼前，零零落落30多人。好家伙，竟然全是棒国人！麒麟，驱逐他们。收到，已对滞留者进行驱逐。提示：因星辉区彻底被您接管，夜幕之时今天，星辉2区将会进行区域融合，请提前做好回归庇护所的准备。麒麟，区域融合之后，城民能否自由选择出城后的区域落点？回禀城主大人，想要建造迦蓝星系高等文明建筑的区域传输装置，需要庇护所达到3级。3级，那应该会很快。王德彪又随手打开庇护所面板，最终铁堡2级庇护所，堡垒结构苍穹王座。中心城区地底农仓，庇护所晋升需求1级庇护所核心2枚1级庇护所核心，要不干脆今天就去把平湖区的庇护所拿下。提示：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是否消耗10万枚特化结晶将特化等级提升至终极末日战王级别。确定。只见特化结晶分解聚集，光华闪烁中融合为一颗巨大的结晶。什么情况？这次凝聚的怎么这么大？不应该是水滴大小才对吗？只见巨大结晶涌荡起，爆发出音效飞向王德彪的身旁。王德彪就像是进入临时空间，这些特化结晶正在逐渐的改造他的全身。升级成功，终极末日战王实力已经跨入 C 级境界。此时的你已经拥有走出迦蓝星系666初始区域的资格，属于真正的外域霸主。趁着晋级的热情，王德彪又将消亡战刀升华为了古黄刃，随手挥出一刀，地面直接裂开一道口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还剩下12527枚结晶，该提升下空间行囊格子了。直接将行囊提升至第5序列640格，旁边也多出了3个空间特性需要解锁。瞬间转移，可在空间标记的点位间相互转移；多人转移，可在空间标记的点位间进行多人转移；随机传送，可在同等级别的无主城区间随机传送一次。这些技能都好强，有了它就不用再来回跑了。不过空间结晶获得有些麻烦，得分解空间行囊才能获得。思索了一会儿，王德彪突然间灵光一闪。对啊，像金正和这种不狩猎专干人的转移者多的是，他们手里肯定有大量的空间结晶，而且像我这样肯化结晶解锁格子的少之又少，指不定还能捡个漏。打开交易行，
直接上架1枚特化结晶，标注兑换条件5颗空间结晶，完成上架。提示：您寄售在交易行上的特化结晶交易成功，获得空间结晶5。竟然这么快就秒出！王德彪又点开交易行，不断的上架结晶，为了不让人看穿意图，每次都是几十100的点击。随着系统声音不断在耳边响起，王德彪在旁边偷着乐。提示：您的商品空间结晶已转移到空间行囊，数量54730枚。与此同时，世界频道，大家都不要再买了，你们都不觉得奇怪吗？特化结晶现在那么珍贵，整个交易行都没人出售，反观空间结晶就是个吃灰的玩意，现在突然有人大量收取，肯定是发现了它的作用。获得空间结晶的时候，空间行囊开启的特殊功能总共5列，这人绝对看到了后面强大的效果，我赌那个效果一定拥有改变安危的功效，所以珍惜手中的空间结晶，不要再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而且这家伙故意100结晶的上架，就是在引发抢购热潮，现在指不定在哪偷着笑。这也太阴险了吧！关闭聊天频道，王德彪美滋滋的打开了技能面板，瞬间转移5000结晶，解锁；多人转移1万结晶，解锁；随机传送3万结晶，解锁。这次所有空间系的特殊功能完全开放。空间结晶和特化结晶又用完了，外面的幻蛾还是我自己来清理吧。初雪，我们去外面。随后两人来到宫殿外围的公路旁边，小雪使用牵丝聚集下周围的幻蛾。初雪闻声小手一捞，上百条丝线从其身后飞出，眨眼之间卷击四方，直接将数百米内的幻蛾精英拉至王德彪面前。脉冲斩击，刀身携带着光芒，直接将100余只幻蛾精英斩落。小雪，我们再来。随后王德彪和初雪配合，一波承接一波，直接将附近的街道清扫一空。特化结晶数量已经达到了316500，还夹杂着大量的材料。现在自己的身价绝对对得起城主这个身份。提示：是否消耗20万特化结晶，将特化等级提升至高级末日战王级别？确定升级。熟悉的景象再现，特化结晶开始对王德彪的身体进行改造，他此刻只感觉全身上下仿佛都得到了洗涤净土。升级成功，高级末日战王，实力达到 C 级精锐的行列，可力压 C 级精英一种。看着旁边初雪期待的小眼神，王德彪是很配合的挥出一刀。还不错，暴君，你可以出来了。只见一只体型巨大的枭王从空间中飞出，这正是之前王德彪获得的枭皇卵孵化而成的。本来是10只，但没曾想刚孵化完成，他们就开始自相残杀，最终只留下这么一只。王德彪给他取名为暴君，随手取出9000只异类王族一种血液放在暴君面前。暴君扭头看了看身边的初雪，见初雪冲他点了点头，这才大口吞噬了起来。不一会，一阵蓝色光芒闪过，暴君已经晋级完成。枭皇暴君 C 加王者级，吞噬掉了9只同源血晶，获得了超越古代枭皇一族的暴虐血脉，经由数次解放，已达到完全体状态。技能：粒子切割，暴虐突刺，连刃风暴。特性：暴速飞行，幽影潜袭，特级再生，大驾驭惊天。不错，初雪也已经在进化过程中了，只是还得再等几天才能完成。走吧，先去把平湖去端了，然后回家。暴君听后低下身子，而后王德彪和初雪跳上暴君的肩膀。主，抓紧。好的，出发吧。话音刚落，暴君带着王德彪全速跃奔起来。5分钟后，星辉区的繁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和金田区极为相似的普通地界。暴君怎么停下来了？主，您不用，交给暴君可以。你是说不用我去中心城，你自己就能解决？是的，我主。以暴君的实力的确没啥问题，不过那些镇守中央城区的异种残骸怎么办？难道自己还要亲自过去再搜集一趟不成？就在此时，初雪也跑到了王德彪眼前。小家伙，你也要跟着去？初雪点了点头。行吧，那你俩注意安全，尤其是初雪，现在可是虚弱提升期，不要做出格的行动，全都交给暴君就行。初雪再次点了点，而后就跳上暴君的肩膀，朝着中心城飞去。而王德彪则准备探索下周围区域，找几个物资箱。奇怪，这里怎么一只异种都没有？真理之眼扫描。周峰、李靖、安远浩、尹参与，前面竟然还有人，过去看看。不远处3男1女分成2波，正在对峙。1男1女为大夏人，初级狩猎战士，剩下2男是蚌国人，中级狩猎战士，受特化等级的压制。安允浩在攻击威力上处于明显的上风，周峰基本不敢正面接下他的攻击。而持剑女子李靖明明等级低于尹灿宇，却打出了离谱的压制场面。这两人竟能越界战斗，有点意思。真理之眼坚定。姓名：李靖，技能：地级弦月3式 A 级大师级剑术精通，剑术奇才。6岁开始习剑，13岁自创剑技弦月式，22岁于清风山参加第362届武斗会，进入前10行列。综合评价 S。这人开挂了吧？转移过来初始特化等级高就算了，还自带技能。姓名：周峰，技能 B 级匕首精通，极为恪守原则，十分重视恩情，拥有隐藏的战斗指导天赋。综合评价 B 级。挺好，这是2位高级员工。哦，不对，这是2位强者，断然不能让他们折在这里。而此时的战场中，周峰、李靖的体能已经明显有下降的趋势。合金切割，只见一道残影闪过，两人便被王德彪放倒在地。一旁的李靖、周峰此时已经懵了，
但还是很快反应了过来。多谢高手出手相助。小事情，其实我不出手，你们应该也有机会跑掉。但我既然出手了，就断然没有白白救人的道理。此话一出，俩人有些发懵。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要你们的东西。那你想要什么？就要你们这2个人。我也要嘛。虽然比他差点，但也有些资本，当然要。不是高手，我是男的啊。这人怎么有点憨，自己又没瞎，看不出你是男的。男的怎么了？你不要有负担，我更看重品性，只要人不错，男女都可以。全新通告：恭喜大夏国攻略者王德彪完成核心程序任务，获得幸存者庇护所1。由于该转移者为全新第3位完成核心程序任务的攻略者，授予称号烛光者。全新通告：领袖称号特性开启。但凡属于先驱者庇护的程序成名，先驱者综合体质提升50%，追星者综合体质提升30%，烛光者综合体质提升20%。与此同时，平湖区庇护所的终端蓝湖之星也出现在了王德彪眼前。全新公告刚刚结束，暴君就带着初雪从空而降。快闪开，有一种。暴君干得不赖，2位不要害怕，他的样貌是凶了一点，但内心却是非常温顺的。这是凶了一点吗？那得拉多少级美颜功能才能拥有这种滤镜？原来全新公告里连攻3成的大夏高手就是阁下。所以你们要不要加入？我的庇护所还蛮大的。当然加入，别说您救过我们，就是没救过，仅仅城主的实力也足以让我们信服。俺也一样。话音刚落，一阵白光闪过，再次出现，他们已然站在了最终铁堡广场之上，而跟着传送回来的王德彪则正忙着升华采集初雪带回来的一种残骸。成功分解1级王者高月黄王3758，获得特化结晶112704，一类王族血液3758。这都是开胃小菜，开宝箱环节还是我最喜欢的。真理之眼。3级物资箱内部放置着1颗密银级高爆手雷，终极升华2阶。5级物资箱内部放置1颗合金级巨能炸弹。王德彪直接打开箱子，一个通体黝黑的圆形物体出现在眼前。巨能炸弹是用加莱星系特化能源压缩而成，能够轻易毁灭防御力合金级以下的一种生命。暴君，这东西对你有威胁吗？有，会受伤，但没事，可以再生。终极升华2阶。确定消耗500枚特化结晶块，将巨能炸弹升华为辐射级开天。开天，加莱星系初级毁灭型武器，能够轻易泯灭一座终极城池，同时摧毁辐射级防御力以下的所有英雄。这不就是小日子最喜欢的东西吗？听说最近又在倒垃圾了，看来改天得去那边走一走，取消升华结晶，先提升实力。下一个3级物资箱内部放置一本 B 级技能书传奇刀术随机，攻击升华2阶。英雄刀术使用后习得 S 级英雄刀术双绝效果，获得刀术造诣上的提升。王德彪直接打开箱子，使用了技能书，一阵暖流从身体中传出。王德彪只感觉脑中多出了无数对高科技，没有继续选择升华，因为要花50万特化结晶太贵了，付不起。倒是还有一张抵扣券可以使用，不过这玩意太难获得了，先留一下吧。初雪，暴君，我们去那个工地。好的，我主。暴君蹲下身子，让王德彪和初雪跳了上去。几分钟后，一座工地映入眼帘，周围堆积着很多卡车。真理之眼。废弃的星宇重载大货车废铁，星宇加工厂5年前生产的运载工具。花费了100结晶升华后，卡车直接原地分解，一辆红色的装甲车出现在原地。特化装甲重卡，加莱星系奇迹轮组支撑，全身覆盖密银级装甲，100公里耗能2枚特化结晶。不错，回去卖500一辆。有了这些玩意儿，堡垒的成名就能更快的抵达狩猎地点。城主，所有成员已经归城，全都完成狩猎任务。这是一种生物尸体的数据登记，您过目一下。王德彪打开文档，林林总总加起来4万多具幼虫残骸。不错，都是幼虫残骸，免费升华为连骁精英就是80万的结晶产出，而我只需从中拿出4万枚支付工资就行了。提示：好友陈海向您发起交易申请，是否接受？当然接受。随后陈海将幼虫残骸交给王德彪，完成了交易。与此同时，最终铁堡中心广场，陈叔，城主大佬收了没？城主已经收了。那城主大佬有没有那啥？臭小子，有你这么猴急的吗？城主大佬能少你那几个结晶，也不看看身份。放心吧，不多不少，整整4万枚。来，所有人报上名字，领走各自的结晶。然而就在此时，一道光幕出现在所有城民面前。各位城民晚上好，我是最终铁堡的城主。今晚夜幕之际，3方区域将会进行融汇，区域面积将会急剧扩大。届时，3方区域原本的异种生物将会整合到同一区域内。不过各位不用害怕，我已将所有异种的信息包括弱点都整理了出来，希望每个人都能将它牢记，并尽快掌握狩猎它们的方法。话音落下，荧幕关闭，只留下正在原地的众人。我此刻只感觉城主的全身都在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光华。是啊，城主他究竟经历了多少战斗，才能拥有这等规模的一种数据？助城主的，用城主的，拿回来的一种残骸还被城主额外照拂，这里还是末世吗？而王德彪这边已经将所有的幼虫残骸升华分解完成，空间行囊内的结晶首次突破100万大关。提示：检测到特化结晶充足，
是否消耗50万枚结晶，将特化等级提升到极限末日战王级别？确定升级。话音刚落，庞大的能量直接冲入王德彪体内，巨大的疼痛袭来，大股的能量像是被他吸引住，一直不停地改造王德彪的身体。升级成功，极限末日战王 C 级行列的顶点，可轻松狩猎 C 级精英，与 C 级王者同台对垒，感觉还不错。现在还剩下60多万结晶，该提升下觉醒之力了。确定消耗20万特化结晶，将觉醒之力升华至更高品阶。确定消耗，升华成功。由于该技能初次出现，请为该技能命名，就叫超神之力。超神之力使用后进入基因觉醒状态，综合体质飙升60倍，效果持续60分钟。被动特性技能完全解放，超神之力效果提升 50%， 主动特性潜能爆发，施展后可令超神之力觉醒效果增幅3倍。这也太强了吧！配合上精神刺激灵药，我能直接站一整天，更别说潜能爆发下180倍增幅，已经能和地级王者持平了。时间飞快，一夜过后，提示：今天星辉、平湖三方城区完成合并，您作为城区的先驱开拓者，获得为城区命名的权利。命名众星之城。区域通告：由于三方区域融合，新城区被城区之主命名为众星之城。该城区地图将对所有隶属本城区的城民开放。提示：原定2日后的一种狂潮将会提前1日来临，请做好御敌准备。御敌成功将获得非常丰厚的城区奖励。提示：庇护所升级条件已满足，确定消耗2枚1级庇护所核心，将庇护所提升至3级。确定升级。话音刚落，一道能量光柱直冲云霄，整个庇护所开始剧烈震动起来，短短几秒便已达到了原本的2倍大小。与此同时，世界中心8大核心区域的王座之上，所有人的视线齐齐看向那道冲向高空的光柱余域。发展的真快，不过按照惯例再有2天，这一轮的第一批猎徒就会降临这世界。发育的越好，猎场中存活下来的几率就越大，或许还能为那帮自诩神明的家伙带来一番惊喜和意外。升完庇护所后，王德彪使用随机传送来到了一个未知区域。这是到了某个监狱里了吗？真理之眼扫描。C 级真鳌鹰尾蝎幼虫，2级物资箱，D 级真鳌鹰尾蝎精英，竟然碰到了 D 级，这里难道不是外围城区？2级物资箱内部放置一张普通的城区地图。之后，王德彪开始对其进行一系列升华操作。三方区域地图，2环城区加古拉、艾冉、托雷基亚三方区域详细地图，图中标有12个3级物资箱的详细位置，以及3个特殊区域。运气不错，开局就得到了详细地图。不远处广场有个3级物资箱，出血暴君我们走。然而就在此时，一只巨大的蝎子突然冒了出来，还不等王德彪出手，身后暴君一个闪身巨蝎直接伸手一触，没等王德彪查个究竟，又有5-6只真鳌鹰尾蝎钻了出来。看来这些2环区域的地级异种已经彻底脱离了保护机制，开始自主寻找转移者进行捕猎。眼看6只巨蝎盖压而来，王德彪释放出极限末日战王的强大力场，无形的冲击波撞废所有巨蝎，根本不用扫描弱点，被他锁定的黑色巨蝎连防御都来不及，便被劈倒在地，将残骸收入行囊。王德彪翻身跃上暴君肩背，暴君去艾冉广场。好的，魔主。说罢，暴君开始狂奔起来。出了监狱，王德彪这才发现外面竟然乌云密布，竟然开始下雨了。暴君加快速度。闻声，暴君开始狂奔起来。行进了一段时间后，魔主，前方幼虫要不要干掉？好家伙，这是碰到一种老巢了，暴君一个不留。是的，魔主，暴君会为你清扫一切障碍。话音刚落，巨大身影化作暗红幽芒，冲入蝎堆中，而后挥动双臂开始横扫起来。王德彪则找了个地方，将6具精英残骸放出来。确定消耗1800特化结晶，批量将地级精英真鳌银尾蝎升华为地级王者隐杀蝎王。确认消耗。残骸消融分解，立体重新架构。残骸还是那个残骸，但等级已经拔升2阶。贪婪采集，成功分解地级王者隐杀蝎王残骸，获得特化结晶4800，特化结晶块96，地类王族一种血液类。不愧是地级，都有特化结晶块了。初雪，我去下面收一下银尾蝎残骸，你在这等我。谁知初雪听后小手一搂，无数蛛丝从背后浮现，紧接着就开始在四方搅混，不一会儿就有数以百计的残骸从窗外飞来。厉害呀，初雪！2个小时后，提示：成功批量分解地级王者隐杀蝎王残骸，获得特化结晶612800，特化结晶块12256，地类王族一种血液766。这2环街区简直就是一座宝库啊！仅仅2个小时的一种狩猎，就赚了160多万枚特化结晶。暴君的钢铁身躯此时也从远方激射而来。王德彪取出20只地类王族一种血液递给暴君，我准备晋升等级，你也趁机休息休息，顺便补给一下能源消耗。提示：是否消耗1万枚特化结晶块，将特化等级提升至初级末日战神。确定提升。话音刚落，从空间中飞出的结晶快速分解，而后凝结为3枚硕大的蓝色晶体，悬浮在空中。来吧，我王某人已经准备好了。一样的情景，一样的过程，只不过这次的强化由之前的单个部位转换成了全身上下的每个部位。提示：恭喜您完成全身改造，
晋升初级末日战神。由于您是第一位完成全身改造的无垢者，获得称号全能，并获得3次抽奖机会，是否选择立即进行抽取？确认抽取。恭喜您获得 A 级主动技巨响塔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物资500万，一种生物能源结晶1。既然又是万能抵扣券，这真是随机抽取的吗？还是自己天生就是欧皇的命？不过这不重要。系统，给我终极升华万能抵扣券2阶。系统像是卡了一下，还提示道：提示：升华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需要消耗无穷大的特化结晶体，确定消耗无穷大的特化结晶体，将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升华至万能抵扣券3次，使用万能抵扣券升华。升华成功，万能抵扣券3次，使用后可以抵扣特化结晶消耗。太刺激了，我这也算是卡了系统的 bug 了吧？3次抵扣机会，空间行囊、交易行、世界频道、神话刀术，值得用的也就这4种了。王德彪思考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终极升华2阶，空间行囊。提示：确定消耗2000万特化结晶体，将空间行囊升华至更高层次，使用万能抵扣券升华。提示：通用功能空间行囊成功升华至更高层次。由于该层次初次出现，且为程序通用功能，系统强制将其命名为强欲之壶。强欲之壶专属技能，可无限制的存放物品，活物除外。功能特性：强取豪夺，强欲连锁。功能特性：死亡后掉落，并触发无主的狂欲。强取豪夺可检索目标空间行囊，并强取一件物品进行回收，占为己有。检索可进行无数次，强取1天1次。我的天，这是人能想到的效果，直接把手伸到人家包里去了。这哪是强欲，这明明就是强盗好吗？不过我真是太喜欢了。强欲连锁可强制与一座无主或隶属自身的建筑进行空间关联，关联之后可通过强欲之壶取出建筑内的任意事物。取出任意事物，这是让我在战斗的时候直接掏出一个军团来和对面 PK 吗？无主的狂欲，死亡后强欲之壶掉落，化为不可摧毁的无主狂欲之壶，它将会吞噬掉一切妄图将它掌控于手的贪欲之人。如果哪一天我们这批转移者失败了，这个东西应该会成为下一批转移者的噩梦吧？还剩下2次机会，再用1次。提示：升华通用功能交易行需要消耗3000万特化结晶体，确定消耗3000万特化结晶体，将其升华至更高层次。3000万竟然和初雪诞生一样的消耗代价，确定消耗。轰隆隆，程序提示栏猛然震荡，仔细看竟然有火星冒出。我的天，系统不会被我给搞坏了吧？然而震荡了一会儿后，系统还是挺了过来。提示：通用功能交易行成功升华至更高层次。由于该层次初次出现，且为程序通用功能，系统强制将其命名为无厌黑市。系统说话不要结巴，无厌黑市，这是在讽刺我贪得无厌吗？不愧是系统，你看人可真准。无厌黑市专属技能，可以打开交易平台收售物品，极为便利。功能特性：万行通街绝密身份。万行通街关联迦蓝星系交易主行，可对所有星场交易行进行收售操作。绝密身份进行无厌黑市收售交易时，将会自行套用一个万能身份。简练而易懂，却又在寥寥几句中透露出令王德彪震惊的消息。所有星场，看来自己的猜测没错。所谓迦蓝星系666星，只是整个迦蓝末日体系内的一个场地罢了。所以，迦蓝末世并非只针对蓝星人一个种族，而是同时针对数以万计的种族群体。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到底是迦蓝星系掌权者设立的饭后娱乐综艺，还是针对诸天万族设立的一场完成个体进化的终极挑战？种种念头自王德彪的脑海闪过，但最终都被他紧紧地压在了心底。倘若真是蝼蚁，那我就做一个狗到最后潇洒自由活完一生的蝼蚁；倘若只是猎物，那我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才是猎物。无厌黑市。话音刚落，一块巨大的交易界面展开在他面前。王德彪直接点开其他星场，交易行商品界面哗啦刷新，所有的文字我都认识。看来之前程序冒火星子是有一定原因的，毕竟工程有点赶。王德彪直接搜索特化结晶体，然而搜索结果却空空如也。还好，看来所有星场还没有一个攻略进度能达到以特化结晶体作为货币的高度。改成特化结晶块，继续搜索，无数的特化结晶块出现在商品界面。这下麻烦了，已经有星场开始用特化结晶块结算了。系统按星场顺序排序。顷刻间，原本的综合市场直接划分出了13个区域。看来1到13号星场就是目前迦蓝星系所有星场中实力最强的存在。如果只按个人排行的话，自己应该可以挤进前13星场的转移者梯队。系统按收购价从高到低排列，先囤点物资。系统按收购价从高到低排列。什么情况？10万特化结晶块兑换宗师级育儿保姆精通书。大师级的野药速度上架了，2万特化结晶块1本，顶级育儿保姆精通5000特化结晶块1本无限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育儿保姆精通这么贵？毕竟孵化出血也只需要高级育儿保姆就行了。不过这不重要了。随后王德彪搜索宗师育儿保姆精通，商品数为0，搜索大师育儿保姆精通，商品数为0，搜索顶级育儿保姆精通，这次不是0，但只有寥寥几本。全星场搜索顶级育儿保姆精通，哗啦啦，数百万的技能书直接出现在列表，没有犹豫直接购买。提示：跨星场交易，
前2件商品可换新厂转售，2件之外购买商品会绑定买家新厂。该条例每日凌晨重置。我还以为即将走上人生巅峰呢，结果你竟然要打击黄牛倒卖，系统你是不是玩不起？说罢，王德彪还是点击购买了2本终极升华2阶。提示：确定消耗4000特化结晶，将其升华至 S 级宗师级保姆精通。确定消耗2本技能书直接分解，然后升华为更高等级。王德彪打开1号新厂，点击上架商品，兑换目标为20万特化结晶块。系统坑我也只好坑你们了。谁让前13新厂就只有这2本的？与此同时，第一新厂世界频道，那是哪位大神上架的东西？还一上就是2分，不过也真有魄力，卡欧斯都挂10万收购了，他竟然敢加价1倍，不怕得罪卡欧斯军团啊！就凭这股勇气，要是再少5万，我不介意买了。呵呵，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便宜5万你会买？就凭你们魔灵部落。卡欧斯军团总财务脾气就是大，既然我们买不起，你倒是买啊！提示：您寄售在交易行上的宗师级育儿保姆精通交易成功，获得特化结晶块40万。骤然获得4000万特化结晶的王德彪并没有激动，而是思考起来。虽然不知道育儿保姆精通为什么会这么贵，但贵肯定有贵的道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跨新厂竞争的场面，但防患于未然还是不能少。全新厂搜索宗师级育儿精通，哗啦啦，不多不少，正好20本出现在列表之中。你们不是出20万吗？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打。王德彪直接向这些新厂投放特化结晶块1001本收购。提示：您寄售在交易行的特化结晶块1000交易成功，获得宗师级育儿保姆精通。仅不到30秒，20本宗师级技能书便躺在仓库之中。王德彪取出1本，直接选择了学习。宗师级育儿保姆精通 S 级，包括但不限于学术级一种的培育技巧，更拥有完美发挥出实物性能的强大能力，懂得更加细致的培养方式，可促使育成对象变异机率。效果确实挺强，难不成和我一样饲养一种培养军团？但这也不像是能卖20万的东西吧？1号新厂卡欧斯军团，王那家伙有没有回应您的召请？召请啊，甚至都没有回应我的好友邀请。正常，身怀2本宗师级育儿保姆精通，肯定是沟渠里的那些散毒，否则受限于军团庇护所的铁律规则，必定会被动上缴。他能在当前局面开出2本，且敢于拿出来售卖，证明他已经拥有培育出 S 级突变义卖的资本。这样的族众是军团渴求的人才。所以他没有回应您，对吗？莉子，我们能不能不要纠结于此，换个话题？好吧，那就聊一聊您的好友列表现在是否多了1人啊？而王德彪这边趁着手头宽裕，直接购买了大批宗师级精通技能，一眼望去都让人有些眼花。提示：是否消耗3万特化结晶块，将特化等级提升至终极末日战神？确认提升。话音刚落，3万特化结晶陡然丰赠。和之前不同的是，王德彪这次陷入了一个诡异的空间之内。什么情况？我是谁？我在哪？然而就在此时，身后猛然传来一阵诡谲的尖笑声，没有犹豫撒腿就跑。因为此刻王德彪只感觉一股寒意从背脊冲到脖颈，后方的声音急速临近，那动静别说战神级别，就是神级来了也得发住。升级成功，终极末日战神，实力登峰，正是从低等层面跨入中等层面。王德彪此时还在惊愕之中，难不成出现幻觉了吗？不对，刚才的景象绝对不是意外，后面追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进个级都要这么恐怖？提示：是否消耗8万特化结晶块，将特化等级提升至高级末日战神？确定提升。特化结晶块快速封紧，王德彪恍惚间又回到了熟悉的尖叫声再次出来。我的天，你还来啊！王德彪二话没说撒腿就跑，虽然等级已经提升了1阶，但他感觉身后那未曾露面的玩意儿依然会直接秒杀他。1个小时后，王德彪再次回到了现实世界。初级到中级我跑了半个小时，中级到高级跑了1个小时，那高级到极限不得妥妥的2个小时以上。提示：是否消耗20万特化结晶块，将特化等级提升至极限末日战神？黑色沙漠，王德彪一脸平静。经过前2次的被迫全速马拉松竞速，他已经能做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你来追我呀！我王德彪是你这辈子永远都得不到的男人。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王德彪跑得比谁都快。2个小时后，奔跑中的王德彪发现一股光芒突然出现在了前方。这是到终点了吗？然而就在王德彪即将穿透光芒的那一刹，一股力量直接硬生生的将他拉出了黑色沙漠。什么意思啊？早不出来，晚不出来，都特么快到终点了，你把我拉出来了。提示：晋升成功，目前正处于晋升考验阶段，等级晋升尚未最终评判。考核阶段，不会是只长跑追逐吧？那玩意儿那么拉胯，也能算考核内容？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王某人查看境界信息？王德彪直接打开信息面板，对准特化等级上面的问号就是一顿升华操作。提示：升华目标当前含有多个阶段，不同阶段所需升华代价皆不相同，请选择升华阶段。离远者破碎、迷失、除灰、入境。王德彪点开其中一个。离远者破碎，淘汰于黑色圣渊考验之时，被魔影直接吞噬，只沾染基本程度的圣渊气息，加不稀少，全能进无。S 级义卖孕育几率 0.01%，A 级 1%，B 级 5%，C 级 10%，D 级 20%，E 级保底。特殊加成，习得育儿保姆精通，可额外提升义卖孕育几率和突变几率。原来1到13号新厂全力收购高等级育儿保姆精通的缘由在此，不过他也没说义卖是干嘛的，难不成得等结果出来？
王德彪接下来又查看了其他的几个等级，不同之处就是 S 级义脉孕育几率变高了。离着晋级完成还有几个小时，初雪、暴君，我们去把那的宝箱拿了。然而初雪听后直接跑到王德彪前面，用千丝技能一边指了指外面，一边指了指暴君。王德彪直接走了过去，一看不要紧，直接吓了一跳，因为屋外竟然堆积了数万量级的银尾蝎残骸。这是因为我晋升等级所致。初雪点了点头，看来是我突破时释放出的特化能源吸引了他们。暴君辛苦你了。守护主是暴君此生的荣耀。一段时间后，成功批量分解4005具1级王者眼杀蝎王残骸，获得特化结晶320万4000枚，特化结晶块64080，地雷王族异种血液4005。王德彪看了看空间行囊，特化结晶441万1475枚，特化结晶块13万0675枚，差不多了，拿掉那个3级物资箱，然后咱们回家。暴君听后蹲下身子，等俩人跳上之后，就开始全速狂奔起来。10分钟后，王德彪看着奔放的场景，沉默。竟然一只异种生物都没有，应该都被刚刚的晋级吸引去了。王德彪这下也落得轻松，径直走到宝箱旁边。真理之言，3级物资箱内部放置一张黑铁级机械意志锻造部分，这玩意儿对我来说似乎起不到增幅效果，直接将其终极升华2阶。而后王德彪打开箱，再次将技能书升华2阶。提示：检测到特殊物品和金级机械意志锻造配方，是否立即学习？立即学习。锻造配方直接分解成光团，融入了王德彪的身体。你已习得和金级机械意志，可在锻造功能界面特殊配方中找到。启动锻造功能。锻造材料倒是挺简单的，但锻造条件也太苛刻了，估计短时间内用不到。走吧，初雪暴君，我们回家。肉城主，成名包正成在狩猎行动中遭遇突发事件，勇救队员的时候身负重创，未来怕是无法继续参与狩猎行动，不知您能否网开一面，让他继续留在庇护所内，今后我会将他那份狩猎任务一起完成。因为一种烽火引领烈火众星之城的地界，正全速向最终铁堡行军，请最终铁堡的各位做好抵御措施。这是本次治疗所需的治疗费用，你记得准时结清，顺便把手术室也清理一下。我这边还有事，就不耽误各位时间了。副队长陈浩看着账单，不禁倒吸一口凉气。30万特化结晶，医疗耗材，C 级王者异种材料20，什么？那材料是 C 级王者的？神叔 ，C 级王者异种的材料这么贵的吗？不是贵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获取方法。咱们先进去看看包大叔。进入手术室之后，众人只见包正成呆呆地站在手术室中，地面上还有个直径3米大窟窿。我的天，那是发生了什么？我就这样稍微的尝试了一下，谁知道它直接就炸开了，真的，我都没用力。合金级的，我的天，包叔你发达了！我们还以为城主只是为您延续了生命，没想到他是为您续接了肢体，关键还变得这么强大。别说是30万，这技术和结果放到蓝星3000万都有人愿意。什么30万特化结晶？对呀，老便宜了，城主大人亲自操刀，手术费还给您免了。以你这副装备，在狩猎连销幼种已经不再匹配，接下来和我们一样开始狩猎精英连销，这样1个月内不但可以将欠款还上，还能结余不少，提升实力。长句公告：众星之城最终铁堡的各位转移者，请做好守城准备。明早晨8点30分，一类异种喷火蚁将会对最终铁堡采取攻城行动，异种数量精英级喷火蚁5万只。若守城胜利，庇护所等级+1，所有城运获得特化结晶1000。若守城失败，则庇护所崩塌，所有人传送到无主城区域。才5万1级精英，系统你也好意思说？酝酿了这么久，结果到头就这么点东西。各位城民晚上好，对于明天的异种工程，我对各位只提一项要求，明天去门口找个视角好的位置，我请各位看一场电影。城主，明天的异种工程，我想申请出战。申请驳回，执行原指令。可是作为最终铁堡的副城主，我有义务敢为自己的家园。陈海同志，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你执行原指令。麒麟，现在几点了？回禀城主大人，现在刚好凌晨，精确时间为0时0分36秒。这不赶巧了吗？随后王德彪将2本顶级育儿保姆升华为宗师级，并上架到了无焰黑市。提示：您寄售在交易行上的宗师级育儿保姆经风交易成功，共获得特化结晶块50万。提示：是否消耗50万特化结晶块将特化等级提升至新。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跑了几个小时的王德彪停下脚步，因为前方就是那个散发白光的屏障。这时，熟悉的尖笑声再对吗？就是这个，都等你好久了。念头通达，王德彪拔腿便是一个全力冲刺，身后的尖笑奔袭戛然而止。沙漠还是那条，但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黑色漩涡，这里应该就是系统所说的深渊了。然而就在此时，一股黑色气息缠绕在了王德彪的身体之上。这是什么东西？提示：恭喜您完成黑色圣渊考验，成功进入黑色圣渊入口。由于您是第一位通过黑色圣渊考验的离渊者 ，S 级义脉孕育几率额外提升30%，同时您将获得3次抽奖机会。现在是否进行抽取？确定抽取。恭喜您获得 S 级英雄刀术八方狂骨、S 级宗师级育儿保姆精通、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又是一张万能抵扣券，这玩意儿真不像是随机给的，应该是保底必出的东西。随后王德彪学习了英雄刀术八荒狂骨。八荒狂骨施展时进入黄化状态，挥刀力量
挥刀速度各增幅200%。之前的4种英雄刀术，现在已经集齐2种了，真不错。提示：检测到你已达到临渊者级别，是否立即开启义脉孕育？义脉孕育，临渊者借由圣渊之力的加护，孕育出全新体质天赋的过程。义脉体质统合为7大派系：时空系、能量系、变身系、兵器系、强化系、辅助系、生活系。首次奖励义脉孕育几率30%，再加上宗师保姆精通20%，几率还是有点低啊。随后王德彪先将万能抵扣券升华2阶，获得了一张崭新的3次抵扣券，而后打开个人信息面板，选择终极升华宗师保姆精通2阶。提示：确定消耗150万个化结晶体，将宗师级育儿保姆精通升华至更高级别。确定消耗1次抵扣次数。升华成功，超级奶爸专属精通技，御惩戒的神技，将神级的一种培育技巧特性100%获得 S 级义脉，且义脉孕育之初可自行选取7大义脉派系中的一系进行孕育，并有50%概率额外诞生一系义脉，该义脉完全随机。这抵扣券花的值啊！系统开启义脉孕育。话音刚落，一股蓝色的能量自王德彪的体表慢慢升腾，而后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星点出现在体内。提示：义脉之种开始孕育，孕育过程将持续24小时。提示：专属精通技超级奶爸育成之神的指引未启用，请选定天赋派系，选择时空系。提示：已选定派系时空系，义脉诞生后将从 S 级时空系义脉天赋中随机获得一项，只有24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一段时间过后，全程公告：因为一种喷火意已越过众星之城的地界，正全速向最终铁堡行军，请最终铁堡的各位做好抵御措施。城主，要我去组织人手防御吗？别担心，有我在，强御连锁、关联最终铁堡、飓风连消全都给我出来吧！只见周遭空间忽然一阵扭曲，一只体型巨大的怪物从裂缝中飞出，这正是1号武器库内变异飓风消后孕育的子民异种。方鹏平日活络的嘴都开始打哆嗦了。王德彪没有理会，而是看向前方，一个不留。伴随王德彪的一声令下，2000余飓风连消军团整齐划一的爆发全速，化作流光，向着烽火以群扶风而去。地级的等级压制让废院的焚火毫无抵抗之力，大片焚火以刚一接触就呈现溃败之象。仅仅一小会儿，5万烽火已铸就的异兽军团9成覆灭。战场从硝烟四起变为万籁俱寂，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结束了，就这样结束了。所有人默默无言，让他们紧张了一夜的5万异种大军，结果就这样戏剧化的结束了。这就是我们的城主大人。到底是地级精英军团，飓风连消的表现还算不错。全程公告：最终铁堡异种工程结束，恭喜守城一方获得胜利，庇护所等级+1，所有城民获得特化结晶1000。全程公告：恭喜最终铁堡达成加蓝星矢最佳守城战绩，最终铁堡所有城民额外获得奖励特化等级+1，获得的守城结晶奖励总数提升300%。异种工程刚刚结束，王德彪回到庇护所。提示：恭喜您以加蓝星矢最佳战绩青史留名，获得万能抵扣券1，猎场最终奖励翻倍券1。猎场最终奖励翻倍券可在猎场最终结算时获得双份奖励。虽然不知道这个猎场是什么东西，但它应该很重要。暴君向南方行进，今天我们主攻城区中心，就用蜻蜓点水的方式一路飞掠，攻城拔寨。一环郊区的怪物根本顶不住王德彪和暴君的双重碾压。30座庇护所，大几百万的特化结晶资源，暴君负责赶路，初雪负责收落，而王德彪则彻底放开手脚。直到临近夜幕，30座中心城区已被王德彪全数拿下，消耗了30枚堡垒之星，最终铁堡终于晋升至5级庇护所，人口也翻了好几倍。义脉之种成功孵化，恭喜您孕育出 S 级时空系义脉时空回溯，耗费巨量精神力，可将自身时空固定回溯到3秒前的状态。好强的技能，这项天赋用得好，绝对可以起死回生。超级奶爸特性成功触发，恭喜您额外孕育出 S 级变身系义脉黑玉魔龙，体质强度增幅300%，可令自身异化为8大战斗龙种之一的黑玉魔龙。300%的体质增幅，这要变身后估计和庇护所差不多大小吧。提示：时空回溯存在突变可能，需要在非战斗且静止状态下不停使用100次时空回溯，接取后24小时内必须达成。非战斗状态且静止不动，系统你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有问题？谁会闲着没事在原地回溯100次啊？话虽这么说，但王德彪还是打开了五眼黑市，搜索精力药剂。奇效灵能果粥、宗师黑葵饼、宗师高能果粥、宗师蓝梦冰沙。王德彪点击奇效灵能果粥，由星空厨师烹饪而出的精神补给食品，食用后6时内持续恢复巨额精力，售价1万特化结晶。1万特化结晶块，真不是一般的贵啊！犹豫了一会儿，王德彪还是将其拿下，然后又上架了2本宗师技能书，售价总共55万结晶块，拿出刚刚购买的灵能果粥，终极升华2阶。确定消耗5万特化结晶块，将其升华至绝品灵能果粥，食用后24时内持续恢复巨额精力。太对了，就是你了！没有犹豫，直接吃掉。时空回溯，顷刻间，王德彪化作一团虚影，
周围的时空仿佛被某种力量封印一般，而后又恢复平静。整个过程看似复杂，实则只在须臾之间。提示：根源变异条件完成度1%，请于10秒内继续增加完成度，10秒后进度归零。系统你还挺大方，给我10秒钟的时间。没有犹豫，王德彪开始不停地释放时空回字。正常情况下，他以当前的作画级只能使用10次。然而因为灵能捕捉的功效，每当精神力即将枯竭的时候，都会重新涌现出一股力量，将其补满。时空回溯成功突变为 S 级突变义脉时空回溯，时空会记录自身3秒前的时空轨迹，可将自身时空回溯到3秒内的任意时空节点。终极升华2阶，确定消耗1500万结晶体，将其升华至更高层次。使用一次抵扣次数。时空回溯成功升华为2级反转，使用后可以令自己或观测到的其他人回溯至5秒内的任意时空节点。既然连回溯目标都获得了拓展，而且这个目标还没有限定种类，这岂不是说无论建筑消耗品还是生物它都能恢复？提示：星空猎场已降临。这就是星空猎场吗？系统奖励的猎场结算翻倍券还没用呢。真理之眼鉴定，星空猎场入口连接着加兰星系群星世界的总通道，进入后会随机传送至某个星球的时间节点，其等级危险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猩红、灿金、橙黄、耀子、深蓝、银灰。您的猎场等级已完成分配，确定等级猩红级。提示：第3星场蕾希拉姆添加您为好友，是否同意？第3星场的人加我好友干嘛？同意。尊敬的路，您好，我叫蕾希拉姆，很高兴您能同意我的好友申请。王德彪暂时没有回复，而是用真理之眼扫视了他的信息。我的天，这不就是第3星场的冠军大佬吗？怎么在这个档口找上自己？星空厨师，不会是因为那晚舟才找上我的吧？不过那个称号是怎么回事？第2名的追星者呢？喂，在吗？明明加了好友，为什么不交流呢？来自异星的穿梭者。此话一出，王德彪神情猛然一滞。他既然知道我不是第3星场的人，这应该是那个占星的专属技能效果吧？不过肯定不是详细的，要不他也不能叫我路了。这是黑市给我安排的名称，专属占星术。有趣，获得我的名片是通过买周的那份结晶块，还是我放到交易行里的那2本育儿保姆精通？尊敬的幻光星第7王女蕾希拉姆公主。与此同时，03星场幻光星宫蕾希拉姆盯着眼前的聊天栏，一脸呆滞。你到底是谁？那应该是我的台词，算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什么，我又能得到什么，最好简短的说出来，我现在很忙。好，既然您如此爽快，我也就不拐弯抹角。那2本宗师级保姆精通我想买下，但价格实在有些昂贵。这样，之前您购买的奇效灵能果粥，我可以以此交换，抵消一部分结晶块，您看如何？此话一出，王德彪大为异动。6个小时急速精力回复，除了后劲有点大，谁能拒绝？怎么，第3星场的首席还缺这点结晶块？不缺，但我希望您可以20万结晶块1本。不过除了奇效灵能果粥，我还需要一些恢复体力的奇效食品，有吗？当然有，奇效地龙骨汤和灵能果粥效果类似，不过这2种食物只有持续强效性，看起来您可能不太需要消食，但为了回报您的善举，我会附赠20颗奇效消食糖果。那就多谢公主殿下的慷慨，交易吧。锁定交易，一气呵成。奇效地龙骨汤，食用后60内可持续恢复巨额体力。奇效消食糖果，食用后可将超出体质限制的药效补给消除，效果持续6小时。不错，这几种药剂的效果都堪称完美。请问您是不是贵族？贵族应该是加兰星系的某个特殊群体吧？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你的星象和他们非常相似，除了要比他们更加模糊、庞大、壮观一些。看来自己猜的没错，这应该是一个特殊群体，而且也同样具备穿梭星场的能力。我的比他们更加模糊壮观，这意思就是说我的权限比他们还要高呗。我说我不是，你信吗？好了，我还有事，下次如果还有想要交易的东西，可以私聊找我。别的不说，你的奇效食品还是相当有趣的。贵族会不会和天上的这些猎场有关呢？初雪，这次我们可能要出一趟远门了。全新通告，星空猎场入口已开启，再次祝愿各位五运昌隆。王德彪只感觉一股晕眩传来，再次睁眼已经到了一个陌生场景。真理之眼。C6 型武器库隶属泰达瑞尔城古格拉军事基地士兵用武器库，内置一把多功能复合镭射枪，钛金级，所属士兵龙。编号4677龙，身份验证成功，武器库开启。4677龙，这就是我在猎场的身份吗？这把武器不错，现在是我的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写日记？11月24日，雨。这场携带侵蚀毒素的雨水已经下了整整3个月。3个月来，我们没有离开过训练室，每日的生活枯燥乏味，就连一直接受不了那些虫饼，都变得寡淡了起来。11月26日，雨。我们接到琳达泰达瑞尔的第一个任务，
所有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亢奋。现在是乱世，也是立功的时代，没有人不想当将军。我有这个自信，毕竟我可是奇瑞城区异兽模拟战第8席11月30日与那只怪物太可怕了，数百名 C9 级士兵连1分钟都没支撑住，除了团长，所有人都嘎了。明天我们也将被填充进 C9 部队。不，我不想去前线，我绝对不是那只异兽的对手，我得想个办法离开这里。泰拉星，2020年12月1日，所以说这里是过去的时空，而今天就是要去前线的日子。我好像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王德彪迈步离开舱门，入眼便见一座长达数百米的大道，已经有100-10来人分作4个阵营站在这里。看到王德彪出来后，所有人都将视线聚焦到了他的身上。这些人身上的气势倒是比其他人强得多，都是货真价实的加兰星666转移者 T1梯队。真理之眼，设定国家，特化等级，鉴定邦国、岛国、竹国、夏国，等级大多都是高级狩猎战士。原来这是一个亚洲场次的高级猎场。打扰一下，请问朋友是哪个国家的？我也是大夏人。太好了，我叫楚风，现在这里就我们人数最少，待会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团结起来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而且我们队里有一位大佬，只要跟着他，安全回去绝对不是问题。来，大家过来认识一下，老哥也是咱们大夏的同胞。这人性格有点像方鹏，都是话痨。在下林豪，现在前路不明，能否告知姓名，以便之后行动时互相称呼？既然林兄都这么说了，在藏确实不太礼貌。在下姓不改名，坐不改姓，大夏相处人，方鹏。原来是鹏哥，风起之都的副城主，综合实力 S 加。这个林豪应该就是之前李靖个人简历里京城8户中最强的年轻人。还有这个楚风，看起来其貌不扬，没想到私下里竟然是风起之都的城主。猎场通告：转移者候场时间结束，进入猎场任务颁布阶段。待颁布猎场任务共计50项，难度由高到低分别为 S、A、B、C、D 6个等级，挑选顺序由转移者进入猎场的时间先后决定。任务一经选取，不可替换，任务会因接取者死亡而掉落。个人可继承任务数没有上限，请各位转移者做好准备。50个任务，在场却有106个人，难怪通告里会3番2次表露提前进入猎场的建议。随后，王德彪查看起了这些任务。1级任务：走出猎场集合点，见证星空猎场关联世界的景象，完成后获得特化结晶2万枚。抽奖机会1，我的天，明明可以直接往人包里塞2万特化结晶，却硬是搞了一个任务出来。C 级，进行一次日常基地清扫，完成后获得特化结晶15000枚。B 级，狩猎地级精英奖励特化结晶5000枚。S 级，消灭该地区内所有异种，完成后获得1000特化结晶。这些任务真是有些出人意料啊，难度越高，奖励反而越贫乏了。猎场通告：预览时间结束，任务挑选开始。话音刚落，一道光柱出现在楚风的头顶，这正是任务接取后的记号。出窥猎场，这应该就是那个看看风景就能完成的任务。随后光柱开始在4个阵营中来回乱窜，任务被不断的接取，直到1级，速度才开始显著下降，并出现了放弃接取的情况。到了 S 级，所有人都选择了放弃。最后光柱落在了王德彪的身上，王德彪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随手选择了一项 S 级任务，解救敖星城地下都市。我的天，这位高手不会是个钢铁憨汉吧？方老哥，你是不是手抽点错了？没有，机会难得随便接，完成不了也没有惩罚，无所谓。猎场通告：1分钟后开始主线任务：泰拉圣痕帝国的救赎。地点：加兰星系泰拉星。泰拉圣痕帝国。时间：遭遇一种力量侵蚀的第3年。位置：圣痕帝国泰达瑞尔地下大都市古格拉军事基地。人物：团长莫德凯撒，极限末日战王；副团长秦可为，高级末日战王；士兵长伯伦，战略指挥官艾尔莎。最终任务：跟随军团长莫德凯撒攻入圣痕帝国王城，狩猎爆炎的龙王，解放王城霍普里斯。任务开始后，同一基地内的转移者将获得组队状态，该状态下无法互相伤害，状态会一直持续到猎场结束。团队长是末日战王，那不是狩猎战士下一大阶的等级称谓吗？这把稳了。就是现在，只有1分钟时间，我们拖住那个家伙。大家小心，他们不演了。各位兄弟，只要撑过1分钟就算赢，大家都把手段都拿出来。方鹏老哥，你到底是？他不是什么方鹏，如果我的判断没有出错，他应该就是那个独揽前3庇护所的大夏第一强者。你们古格拉军事基地的预备役士兵就这么点吗？你们古格拉军事基地的预备役士兵就这么点？你们的队长是谁？全体下意识地看向王德彪，而王德彪却向楚风投去一个拟上的眼神。报告长官，我是队长，我们常年训练，从未见过士兵长以外的人，一时没能做出反应，是我们的问题。你就是队长？我是。叫什么名字？报告长官，我叫楚风。很独特的名字，也很会说话。
但我更希望你能把心思用在执行任务上。各位既已服从命令，我也报上我的名号，圣痕帝国东区战略总指挥官埃尔莎·霍因海姆，你们也可以直接叫我指挥官。这里是泰达瑞尔地下都市的完整板块，这是我们的帝国王都霍普里斯，而这里是属于东部的2座战略要地敖星城和希瓦纳城。近日，一种生物突然开始疯狂地对敖星城地下都市进行围攻，目前东部军团长莫德凯撒正在为解救希瓦纳城奋战，一时间脱不开身。然而此刻的敖星城随时都要面临覆灭的危险，所以现将你们并入 C9 前线部队，即刻动身驰援敖星城。凯文指挥官，你是整个 C9 部队最老的兵，接下来他们交给你了。是的，长官。指挥官的气势就是太猛了，比士兵场还要猛。不过话说回来，指挥官的魅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哎，怎么了？你们不这么认为吗？这才对嘛。C9 前线部队第10支队队长凯文，也可以叫我凯文队长，很高兴认识你们。凯文队长，古格拉基地预备一位队长，处分。好了，正经的认识仪式到此结束，欢迎你们加入 C9 部队。走了，现在准备离开泰达瑞尔，前往敖星城。我变色龙凯文必然会带你们从战场上逃回来。凯文队长，就走得那么急吗？作战方针和一种信息给一下。是很急，我女儿快过生日了，我得赶在女儿生日之前回来才行。现在每天瞅着她的照片怪想念的。至于一种信息，等路上再说。丢下这句话，凯文继续向外走去，只留下瞪大了双眼的众人。战场任务，家人照片，回家庆生。好家伙，泰拉星没有动漫吗？你这 buff 都给叠满了呀！这要不要提醒他一下？先跟上他，走一步算一步。说罢，王德彪迈开步子跟了上去，而在他的身后，一副人物面板悄然关闭。凯文·布鲁克，原泰拉星圣痕帝国温蒂斯港哨兵，异化侵蚀降临后前往帝国中部。离开2月后，温蒂斯港遭遇一种狂潮，爱人朱莉·布鲁克，而艾利·布鲁克不幸卷入，遇难至今2年11个月。现 C9 部队第10支队队长，队员人数0。之后，众人跟随凯文来到一座巨大的地下基地，周围遍布着装甲战车。哟，这不是 C9 部队的神话传说变色龙吗？又来祸害新人了？原来是裘迪队长，你不是在攻坚卡托城吗？也被召回来了。连你这种战场毒瘤都能派遣上场，我们这群为帝国奋战的战士不是更有资格？对，您说的对。行了，别在这恶心我，被你认同那才是耻辱。给你们一个忠告，你们面前这个人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长官。知道他为什么叫变色龙吗？因为他永远都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支队长的职位纯粹是靠服役时间混出来的，所以他带领不了你们上阵杀敌，也给不了你们想要的战功战绩。所以趁现在还有时间，我可以向上通报，让你们脱离他的队伍，加入其他值得效命的团队。多谢乔迪队长的好意提醒，但是跟随凯文队长是艾尔莎指挥官的命令，我们相信艾尔莎指挥官的眼光，也相信凯文队长的领导能力。都笑什么笑？你说的很好，服从命令是战士的职责，在这一点上，你比你们的队长优秀得多。凯文，希望你能对得起这些战士的信任，别再让他们寒心。第12部队全体士兵上车启程。大佬，咱们为什么不听乔迪的？凯文他靠谱吗？你参加星空猎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和本土士兵一样混战绩当军官？怎么会？终极目标肯定是活着回去。那就对了，跟着凯文才能更好的活着回去。喂，别在那发呆了，过了龙兽的惰性时间，再想走地表可就变成快递送餐了。众人听后连忙跟着上了车子。凯文队长，龙兽是什么？龙兽是我们给地级普通一种的灭息所取的简易代号，之所以叫它龙兽，是因为他们完全听从四方的龙王的指令。虽然数量庞大，不过生活习性却相当独特。他们会在早晨和晚上6到9点进入惰性状态，这个时候只要你不是太嚣张，他们基本不会搭理你。地级普通倒是不足为惧，不过那个四方地龙王倒是有点意思。黑羽魔龙一脉突变就需要狩猎1万只龙属生物，说不定可以在这里完成。全体注意，从现在起我们要进入地表，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说罢，战车穿越闸口，停飞10数米后，重重的砸在斜坡之上。趁着这个机会，众人终于看清楚了这个名为泰拉星的世界。阴霾遍布的天空，破败荒芜的沙丘无边无际，漫长的公路上除了车队之外一片寂静。就这样，众人在这条大道上行驶了20分钟。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会儿。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这里是车头，这里是车头，立即解除超限加速。前方5000里外出现不明原因苏醒的龙兽，一种生物探测器显示超过3000只，不，还在急速增加。等等，他们加速了，是我们，他们的目标是我们。掉头，全体掉头，快！怎么会这样？你们也听到了，各位，我在距离此处200公里外有一处秘密地下避难所，那里有我积存的应急口粮，
虽然数量不多，但累进库油再供你们存活半个月还是可以的。不过有一点，一旦咱们躲起来，倘若后面重返战区，你们将在无容身之地。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尝试一下吗？当然愿意。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几人的目光还是望向了王德彪。王德彪的感官何其敏锐，察觉到众人向他投来的渴望，暗暗地笑了笑，随即默默地将暴君从空间中放出，于高空中绽放出原本的姿态，在初雪的隐私包裹之中，飞向了最近的那群地灭西所在。陆巨老，您会出手的，对吧？放心吧，已经结束了。C 加王者的暴君 ，C 级精英的初雪，随便出去一个就能将整个战场的地灭西全军覆灭。紧急通告：检测到未知生物正以我们为中心向外环形狩猎的灭西，生物波长判定为异种生物，速度极快，超出了以往所有异种生物的记录。地灭西只剩19500、9000、8500。速度还在提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听着通讯器里的惊呼，再看看身边平静而坐的王德彪、楚风、林豪，大夏一众全都呆在当场。地灭西的数量快要归零了，总队，现在怎么办？要继续返回基地吗？能在几分钟内推平5位数地灭西的怪物，会给你返回基地的机会。等着吧，他没有第一时间把我们灭了，说明我们的诱惑力并不如那群地灭西。如果他能借此吃饱喝足，说不定我们还有存活的可能。距离王德彪等人数千米外的领头车内，下队，咱们还去敖星城？不然呢？怎么看到了这种东西，觉得救援了敖星城也没有意义？对呀，只要这种怪物想覆灭我们，只在一念之间，救下来又能怎么样？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我们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是无用功。可以啊，臭小子，都敢对老子发脾气了。照你这么说，干脆谁都不要活了，直接把世界拱手让给异种，岂不是最好的选择？不甘心就对了。明知道没有意义还坚持去做，是为了问心无愧；明知道自己身处地狱还要冒死向前，是为了死而无憾。末日没有明天，但没有明天就要放弃追逐光明吗？卫兵李昂，有的长官，给老子观测异种生物动态。报告总队，方圆5000米内没有任何异种生物的活动轨迹。所有队注意，重新开启超限加速，继续支援敖星城。你说什么？瓦尔基里和铁臂加伦全都沦陷了，那可是四方战区的核心城池。约克上他到底在干什么？敌人太强了，夏尔森长官，我们除了逃跑，什么都做不到。是谁干的？是一群长着尖角、穿着奇怪服饰的怪物。他们回星看到了没？放跑几只猎物才能找到真正的兽群。都已经留守了，还是那么不经打，还以为入学考试猎场会有几个像样的对手，真是白瞎了我的期待。列娜塔，不是才教过你不要那么粗鲁，怎么就是听不懂呢？接下来就是游戏时间，魁星，你们千万不要跟我抢，不然可别怪我发飙。看来我还是来晚了。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到底是多么强大的攻击，才能将公爵大人赐下的灰印都给击碎？那可是连高级末日战神的全力攻击都能完全抵御的重宝，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玩意叫灰印，我就说嘛，刚那一下虽然不是全力，但对付他也绰绰有余。你们这些贵族好东西不少啊！你是谁？我竟然看不透你的特化等级，我来逼退他，你带着列娜塔逃回去。镇山河，不好，这是跃迁光环，杰罗，开启灰印。只见一枚晦涩复杂的贵族徽记从他们的额头浮现，须臾之间，碧绿色的光芒覆盖他们的身躯，为他们镀上一层绿色的同时，也瓦解了他们身上的压制之力。原来这玩意还有附加功能，万象操控。别打了，我们服了，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愿意好好说话了。现在开始，我来问你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新场之人有聊天频道，猎场本土有通讯设备，那你们贵族之间用什么？没有，贵族不会在猎场内进行远程交流。这是大家默认的规则。默认的规则，换句话说，这只是贵族的自我约束。只要贵族想，这个狩猎规则完全可以规避。就是现在，快跑！说罢，两人朝着不同方向急速遁出。回声的决策是对的，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至少我逃了出去，回去可以给克罗大人报信。两极反转。随后，王德彪用真理之眼扫视了几人。格利古拉、列娜塔，冠灵帝国高等贵族，格利古拉伯爵爱你。德斯特洛领地最强天才，目前处于冠灵贵族帝国学院猎者入院考核，受命于大贵族木兰公爵，成为木兰克罗的护卫骑士，所属队伍克罗队。其他几人都是这个克罗队的，也不知道这个木兰克罗在哪。暴君，这才是王巨老的真正实力和底蕴，那这种就是刚刚瓦解数万的灭西的霸主了吧？真恐怖，确实厉害。不过王巨老突然高调列队，难道他老人家想取代本土强者，直接接管队伍和主线？行了，都安静吧。从现在起，除了大喊666，
多余的事情一概不做，跟着王巨老的思维走，剩下的等通关即可。所有支援士兵听令，从现在起由我来接管泰达瑞尔东区的指挥权。现在，黑甲队队长出列，2名黑甲成员齐步跨出，报出你们的名字：科林·西维尔、马修·罗德。克林、马修，你们2人即刻动身潜入敖星城内，找到副团长秦可为、士官长伯伦，宣告我的命令，让他们带领所有战士撤离至敖星城外，驻守在城区外围。其他支援战士听令，所有人行军至敖星城外围，静待下一步指令。陆营绕着雷霆的光柱从地面升起，只见一只双足直立、高达30米的巨龙出现在原地。王德彪跃至空中，沿着道路朝前进发。解决掉了克罗队的事情之后，空间内的特化结晶数量已经到了1336万枚。而后，王德彪又学习了前田大辉掉落的专属技能复灵术，可将自身意志束缚在某种非生物媒介上，从而借由操控媒介。这个辅助技能相当给力，就是十分考验多线操作的能力。提示：检测到无主的储物空间3，是否立即进行分解？立即分解。获得合金级生物兵器马西弗，特化结晶571万，终极生命晶圆提取器，特级火焰兽肉1000个。这个终极生命晶圆提取器是什么？鉴定一下。终极生命精华提取器，星空神器永恒圣杯的仿制品，可在4级以下的猎场世界提取生命之源，凝练星空结晶。星空神器永恒圣杯，听名字就知道是个不得了的东西。星空结晶应该是特化结晶体上面的晶体单位，还有4级猎场，这又是什么等级划分？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复杂了。暴君全速赶往敖星城。而此刻的敖星城地下都市，可恶，这群狮子只会摇人，不然敖星城怎会久攻不下？这群龙狮分散开了屁都不是，聚集在一起比 C 级王者还麻烦。秦团长，我是敖星城城主艾伦，目前10重罗生门已经被异种突破5重，预计再有3个小时，一抵入口便会被异种彻底摧毁。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进行救援行动？艾伦城主，您放心，一会儿我会带领所有战士亲自过去支援。总算找到了。咦，你是西区黑甲队队长科林·西维尔，还有南区马修·罗德，你们怎么来了？具体的事待会下属会一一告知，但现在我们是来传递都皇厅统帅的指示。东区副团长秦可为、士官长伯伦听令，即刻带领所有入城战士撤离至敖星城外，驻守在城区外围。你说什么？让我们撤离敖星城？都皇厅统帅那是谁？我从来都没听过，你们是不是疯了？我们就是来通报一下了。秦团副和伯伦长官不会听令，待会王帅问下来，你替我作证。真有都皇厅？拉倒吧，要是有都皇厅，早干嘛去了？科林和马修那俩小子肯定知道些什么，却跑得比狗还快。妈的，就算不是一个战区，老子也还是上司，完全不把老子放眼里是什么意思？待会看老子不替约克上和高瑞斯狠狠教训他们。团副的意思是先出城看看，反正外围的异种已经清理干净。一段时间后，众人撤离完毕，看着那明显少了4成的战士，秦可为的情绪变得更为沉痛。现在的他反倒无比希望所谓的都皇厅统帅是真的，那样的话说不定敖星城能够获救。然而就在此时，一声巨大的轰鸣自上空响起，随后一道高达10米、威猛霸绝的巨大异种映入眼。我操，这就是那个统帅吗？秦可为在哪？东区副团长秦可为报道，城里龙狮总计多少？经有一种生命探测器显示，龙狮一种还剩13600只。那就好，所有战士即刻后退300米。啊，好，所有战士听令，即刻向后撤退300米。是时候了，根源变异黑玉魔龙。提示 ：S 级突变异脉黑玉魔龙，需在变身状态下狩猎1万只 C 级精英龙族一种。该条件接取后，需在7日内完成。是否立即接取？立即接取。提示：变异条件已接取，请在变身状态下狩猎1万只精英龙族一种。异脉副黑玉魔龙。狂风呼啸，纯净的蓝色光芒升腾绽放，无数的蓝色电弧游走在身体的各个角落。随后，一柱萦绕着雷霆的光柱从地面升起，只见一只双足直立、高达30米的巨龙出现在原地。王德彪跃至空中，沿着道路朝前进发。能量蓄积，龙口大张，一束呈现放射状的绯红能量光束轰然射出。那些放在666星堪称自拍之下绝对无敌的 C 级精英龙狮，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犹如垃圾一样瞬息泯灭。几个吐息之间，那道困锁了地下都市整整3米、陨落无数战士都无法跨越的天堑，就这么消失在了众人面前。提示 ：S 级异脉副黑玉魔龙成功突变为 S 级突变异脉黑玉龙王。提示：恭喜您完成 S 级任务，解救敖星城地底都市，获得特化结晶1000枚。敖星城名望提升至10阶，获得称号都皇厅统帅。星空猎场最终积分加200。提示：由于您的干预获得了显著成效，获取支线任务机械降神。目前东方战区军团长莫德凯撒正在西瓦奈城鏖战飓风的龙王，请立即前往西瓦奈城，帮助莫德凯撒狩猎地龙王。